堆成山的公文，這哪是工作，簡直是要命。卡西安笑着說：“羅塞，你的手怎麼停了？看來你現在很閒啊。這下麻煩了，本以為穿越成了女主角，能過上好日子，結果呢？這根本不是什麼浪漫劇，而是纯纯的打工人受難記。我就想不通了，明明是穿越進了小說，怎麼會被男主折磨成這樣？羅塞麗塔·薩利斯男爵家的掌上明珠，這才是原著裡真正的女主角，不僅長得漂亮，還是那種眾星捧月的天之驕女。可現在的局面完全不對勁，本以為穿越過來能過上那種治癒系的豪門生活，結果我忘了一件大事，這本原著根本不是甜寵文，而是一部徹頭徹尾的狗血慘劇，綁架、監禁，甚至還有暗殺。原主羅塞麗塔簡直慘到家了，就算最後能有個好結局，誰稀罕受這份罪啊？讓我去吃苦頭，當什麼勵志女主，門兒都沒有。這破命運我改定了。我的計劃其實很簡單，離那個危險的男主躲得遠遠的，回鄉下當個無憂無慮的小貴族，每天曬曬太陽，賞賞花，這日子想想都美。可惜理想很豐滿，現實卻直接給了我一錘子。就在我準備參加社交季首秀的時候，家裡突然出大事了。母親哭着說：“寶貝女兒，對不起。”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咱們家徹底破產了。這下是真的完蛋了，家裡不僅破產，連最後一點家底都要被变賣精光。我真是想不通，明明只是稍微改動了一下劇情，怎麼整個家族就直接崩盤了？早知道這樣，當初就該趁着還沒破產，先搞點副業賺他一筆。不過現在後悔也晚了，為了還清這堆天文數字般的債務，我只能趕緊找份工作去搬磚。結果呢，真是冤家路窄，好不容易看中一個高薪職位，雇主竟然就是那個二皇子卡西安。我費盡心思想要躲開的人，現在居然要變成我的頂頭上司了。要知道，原著女主待在卡西安身邊，可是好幾次都差點小命不保。萬一我也因為跟他扯上關係，被綁架或者被威脅，那這日子還怎麼過？但是比起這些還沒發生的危險，我現在是真的窮瘋了。放眼整個京城，再也找不到比這更高薪的工作。沒辦法，我只能硬着頭皮把求職信寄到了二皇子的辦公室。就在我19歲這一年的冬天，我羅塞麗塔正式開啟了我的打工生涯。帶上行李，我終於踏上了去京城面試的路。說來也巧，我出發的這一天正好跟原著裡羅塞麗塔進京的日子一模一樣。這就是所謂的宿命感嗎？等我真的站到二皇子的辦公地點，也就是這座東宮面前時，我整個人都愣住了。這裡看起來一點也不冷清，反而還挺溫馨的。不過東宮這個名字倒是跟卡西安那種腹黑的性格挺搭。既然已經到了門口，這龍潭虎穴我也只能闖一闖了。在我的腦補裡，卡西安應該是那種陰沉冷酷，一見面就讓我立刻證明價值的魔鬼上司。可誰能想到，推開門看到的真人竟然自帶背景花瓣，笑得比誰都燦爛。他不僅沒有為難我，還一臉溫柔地說：“薩莉斯小姐，辛苦你跑這一趟了。”甚至還跟我客氣說，要是離得近點，肯定會派皇家馬車去接我。這畫風完全不對勁。原著裡那個腹黑毒舌的男主去哪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他又補了一句：“你的簡歷實在太優秀了，我可不想錯過你這樣的人才。”這下麻煩了，這種溫柔陷阱可比明着刁難要難對付得多。卡西安笑着說：“面試其實就是走個過場，咱們直接談入職待遇吧。”我當時還在納悶，這真的是原著裡那個冷血男主嗎？可等他把合同遞到我手裡，我整個人都看傻了。月薪500金幣，加班費翻倍，甚至一周只上4天班，還附贈一套帶管家的雙層小洋樓。這哪是招助理，這簡直是招祖宗啊！待遇比招聘啟事上寫的還要好上一大截。我趕緊點頭答應，生怕他下一秒就反悔。謝謝老闆，這工作我接了。雖然這神仙待遇讓我做夢都能笑醒，但我心裡總覺得這背後肯定還有更大的坑在等着我。月薪500金幣確實誘人，但代價就是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就要沒完沒了的加班。當時的我還覺得自己賺翻了，毫不猶豫地在合同上簽下了羅塞麗塔的大名。結果呢，轉眼1年過去了，看着桌上這堆成山的公文，我才明白什麼叫社會的毒打。卡西安在外面喊了一聲羅塞，我只能有氣無力地回一句在呢，殿下。下午6點整本該是下班的時間，卡西安卻指着時鐘準時出現了。他笑着說：“該做你最喜歡的事了，雙倍工資加班。”我當時真想把手裡的筆甩他臉上，這哪是皇子，簡直是個徹頭徹尾的惡魔。我皮笑肉不笑地回了一句：“怎麼可能？我只是在看殿下的衣領是不是翻過來了，這日子沒法過了，這班真是一天也加不下去了。”卡西安這人真是自大到了極點，不僅沒上當，還反過來嘲諷我總犯低級錯誤。他突然盯着我不說話，那眼神看得我心裡直發毛。難道他能聽到我心裡的吐槽？就在我愣神的時候，他竟然直接伸手托住了我的下巴，這距離近的讓人根本沒法思考。結果他一開口，差點沒把我氣死。他讓我與其盯着他的襯衫看，不如擔心一下自己壓力大到掉頭髮的問題。我真是服了，要不是看在他長得帥的份上，我真想當場辭職。還沒等我緩過勁來，他又扔下一個重磅炸彈，說明天要搞什麼突擊檢查。這下徹底完了，這日子真是1秒鐘都過不下去了。卡西安突然遞給我一個盒子，還叮囑我明天一定要帶上它。我打開一看，差點沒被裡面的光芒閃瞎眼，這竟然是奈鼎傳說中的稀世王冠。這東西可是審計時強行沒收來的，要是我就這麼帶着它招搖過市，那些人估計得當場氣瘋，背地裡肯定的罵我們是邪惡的暴君。我看着卡西安那副淡定的笑臉，心裡總算明白了，他這哪是送我首飾，分明是打算拿我的腦袋當戰場，直接跟那幫人宣戰啊！終於到了東宮，這地方我本來就不想來，結果還得帶着這種頭飾進去。羅塞麗塔沒好氣地問：“很好笑嗎？”
看着卡西安那副樣子，這哪是帶我來參加宴會，分明是把我推到風口浪尖上。羅塞麗塔心裡清楚，踏進這扇門就等於進了賊窩。這裡就是典禮廳，皇室的大小事務都歸他們管。放眼望去，全是頑固的老貴族。別看這幫人表面正經，背地裡沒幾個乾淨的，全靠手裡的權力撈油水，收了賄賂就拿去搞那些虛偽的排場，一個個裝得比誰都高尚。說白了，這幫老家伙就是看人下菜碟，只看身份不看人。雖然卡西安是個難搞的上司，但至少他更看重能力，而不是什麼虛偽的頭銜。可在典禮廳這幫人眼裡，我不過是個破產男爵的女兒，根本上不了台面。更諷刺的是，我頭上戴着的這頂頭飾，居然是從逃稅貴族手裡沒收來的。這下有意思了，帶着贓物去見這幫老頑固，局面要反轉了。卡西安冷笑着說：“這幫人沒錢交稅，買這種奢侈品倒是挺大方。”羅塞麗塔心裡簡直要炸了，偏偏讓我帶着這玩意去典禮廳，這分明是新型霸凌。卡西安調侃道：“你的眼神挺凶啊。”羅塞麗塔沒好氣地反駁：“我那是淚的眼神渙散了。”結果卡西安笑得更歡了，還叮囑他別太勉強。其實我也能理解卡西安為什麼要這麼謹慎，畢竟他拿的是地獄難度的劇本。論長相、能力和劍術，他絕對是頂尖的配置。可偏偏他沒有皇室正統的藍眼睛，出生就沒了母親，還因為這雙紫色的眼睛，一直被皇室排擠在外。尤其是那位大皇子的生母，當今皇後更是把他當成眼中釘。就連他的親生父親，當今皇帝也對他不聞不問。他不僅要躲過無數次暗殺，還得在政治鬥爭裡死裡逃生。剛成年就被趕到了戰場上，對他來說，遇到那個糾纏不清的原主羅塞麗塔，不過是人生中又一個磨難。既然從小就活在血淚裡，也難怪他會變成現在這副樣子。這下全對上了，難怪他會變成現在這種瘋狂的工作狂，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換成誰都沒法正常生活。就在這時，馬車停了下來，卡西安輕聲提醒：“我們到了。”眼前就是典禮廳，也是他們今天要闖的龍潭虎穴。卡西安走在前面，羅塞麗塔緊隨其後，兩人並排步入大廳。剛一進場，周圍的議論聲就沒停過，幾個貴族盯着羅塞麗塔的發誓，陰陽怪氣的在那嚼舌根，說她厚顏無恥，還說卡西安為了這麼個女人，把整個貴族圈都給得醉光了。這些話羅塞麗塔其實聽得一清二楚，她在心裡翻了個白眼，這鍋我可不背，她這脾氣在我來之前就這樣。卡西安轉過頭問：“你覺得呢？”羅塞麗塔面不改色的回答：“殿下，咱們還是趕緊幹活吧，我只想早點下班回家。這地方他是一秒鐘都不想多待。”卡西安看着身邊的羅塞麗塔，心裡滿是得意。他大手一揮，宣布審計正式開始。本以為這活兒得幹很久，沒想到卡西安一進入狀態，簡直像換了個人。雖然平時性格挺討人厭，但辦起工來確實專業。他一眼就掃出了賬本裡的貓膩，連那些藏得極深的貪污案都被他瞬間揪了出來。照這個速度下去，今天絕對能提前收工回家。就在這時，卡西安盯着對面的官員，發出一聲冷哼：“這下有人要倒霉了。”卡西安把賬本往桌上一甩，語氣冰冷：“這些賬目資金來源不明，局長，你膽子真是不小，居然敢拿這種假賬來糊弄我！”他當場下令要直接查封檔案庫。這下局長徹底坐不住了，硬着頭皮反駁說：“就算您是王子，這麼做也太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了。”卡西安聽完冷笑一聲：“我已經抓到了好幾處貪污證據，在查賬之前，要不要先聊聊你的責任？”這句話一出，局長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眼看卡西安要強行開門，他還在垂死掙扎，大喊着：“絕對不行！”卡西安眼神一冷：“既然你這麼不配合，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卡西安突然停下腳步，轉頭叫住了羅塞麗塔，他指着檔案庫的大門說：“你來開。”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懵了，心想：您自己開不是更快嗎？幹嘛非要折騰我？卡西安卻笑得一臉燦爛，說：“你親手打開這扇門，才不枉費我讓你戴上這頂皇冠，這分明是在當眾給他撐腰。”羅塞麗塔聽完不僅沒感動，反而覺得頭大，這家伙絕對又在憋什麼壞主意，這哪是立威，分明是又給他找了個大麻煩。卡西安突然湊近問羅塞麗塔想不想順便減壓。羅塞麗塔還沒反應過來，他直接在耳邊丟下一枚重磅炸彈：“只要你把這扇門推開，獎金翻5倍。”聽到5倍獎金，羅塞麗塔整個人瞬間清醒，什麼猶豫什麼麻煩，在錢面前全都不值一提。他二話不說衝到門前，使出全身力氣，哐當一聲，檔案庫的大門被他暴力推開。局長氣得當場跳腳，指着羅塞麗塔大喊：“你居然敢連我的話都不聽了！”羅塞麗塔冷笑一聲，頭也不回地甩出一句：“抱歉，我可是二皇子的副官，除了他的命令，誰說話都不好使。”局長被对得啞口無言，只能对着他的背影破口大罵，說他們是冬宮裡出來的惡魔。羅塞麗塔聽完，心裡咯噔一下，這綽號本來是卡西安一個人的，怎麼現在連我也備份進去了？羅塞麗塔頭也不回地往前走，對着癱在地上的局長冷笑，說：“你現在罵我們是惡魔也沒用，畢竟這5倍獎金都擺在面前了。別說是惡魔，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也擋不住他要查賬的決心。”這下兩人徹底出名了，外面的人都在破口大罵，說他們是東宮出來的惡魔。卡西安倒是一臉淡定，甚至覺得這名聲聽起來還不錯。羅塞麗塔可坐不住了，他大聲反駁：“別把我也扯進這種奇怪的外號裡。”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幹活，最後竟然也成了別人口中的惡魔。看來這東宮惡魔的名號以後是甩不掉了。其實這個惡魔的外號在原著裡可沒這麼簡單，那是皇後用來拿捏卡西安的手段。到了故事後期，這更是他為了羅塞麗塔變成狠角色的證明。羅塞麗塔越想越覺得不對勁，現在的氣氛怎麼跟原著越來越像了？
雖然沒那麼邪惡，但結果都一樣，反正最後受氣的總是我。算了，想再多也沒用，還是趕緊幹活吧。羅塞麗塔不想再廢話了，她只想趕緊把活幹完，早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卡西安隨手翻了2下，就開始嫌棄起來，這些陳年舊賬比想象中還要亂七八糟，看來想在這堆爛攤子裡找到有用的線索，今天注定是要熬通宵了。羅塞麗塔嘆了口氣，看來回宮之後還有寫不完的材料在等着她。卡西安倒是挺悠閒，甚至還開起了玩笑，說他親愛的助手，這下又要熬通宵了。羅塞麗塔當場拒絕，這種苦差事她可是1秒鐘都不想多幹。就在2人準備離開時，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喊聲，有人急匆匆地追了上來。局長這下徹底炸了，他覺得卡西安查檔案就算了，現在竟然還要讓羅塞麗塔來當這個帶頭查賬的。在他眼裡，羅塞麗塔不過是個小門小戶的女兒，根本沒資格在禮儀局這種地方指手畫腳。面對這種當眾羞辱，羅塞麗塔一點都沒退縮，她語氣平靜地提醒局長，所有的流程都是合規的，有什麼不滿，請直接遞交白紙黑字的投訴信，口頭抗議在這裡沒用。局長這下徹底急了，他覺得羅塞麗塔太沒規矩，竟然敢在殿下面前多嘴。羅塞麗塔聽得直翻白眼，這家伙真是沒救了，既然他非要講身份，那就乾脆把話挑明了說。他盯着局長的眼睛問，如果今天站在這裡的是大殿下身邊的人，你還敢用這種態度說話嗎？局長被問得啞口無言，只能在那胡攪蠻纏，覺得羅塞麗塔根本沒資格跟那種大人物放在一起比。羅塞麗塔冷笑一聲，既然對方已經露出了馬腳，他讓局長先寫份書面報告，至於能不能過關，還得等他親自過目才行。局長被對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能眼睜睜看着羅塞麗塔帶着卡西安殿下揚長而去。其實羅塞麗塔心裡也憋起火，他覺得自己幹的活比大殿下身邊的人多多了，簡直就是各勞碌命。卡西安倒是一直沒吭聲，只是靜靜地看着這一切，隨後才開口說，咱們該回東宮了。局長在後面嗓子都喊啞了，覺得羅塞麗塔簡直是沒大沒小，但这根本攔不住馬車離開。回到車上，羅塞麗塔只想趕緊把頭飾摘了，這一天折騰下來真是累得夠嗆。誰知道卡西安突然湊過來盯着他看了一會兒，語氣裡滿是遺憾，說那個頭飾其實挺襯他的。羅塞麗塔這下徹底懵了，完全沒反應過來，這到底是在誇他還是在拿他尋開心？他心裡忍不住吐槽，還挺襯我的，這不就跟豬八戒戴花一樣嗎？簡直是離譜到家了。卡西安突然湊了過來，語氣裡帶着一絲試探，問羅塞麗塔是不是因為剛才的事心裡覺得不舒服了。羅塞麗塔還沒反應過來，卡西安已經越靠越近，甚至提議說，既然讓他受了委屈，那就要給點補償才行。這下羅塞麗塔徹底亂了陣腳，完全猜不透他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什麼樣的補償需要靠得這麼近來說。卡西安看着他的眼睛，嘴角微微上揚，說會給他準備一份他平時最想要的那種補償。誰能想到卡西安口中所謂的補償竟然是亮閃閃的鈔票。羅塞麗塔心裡比誰都清楚，這家伙最擅長耍這種手段，先用美色晃你的眼，再用金錢堵你的嘴。可偏偏看着卡西安那張臉，羅塞麗塔真是一點脾氣都沒有。卡西安還故意補了一刀，笑着問他是不是真不想要。羅塞麗塔這下徹底破防了，扯着嗓子大喊他當然要，這男人真是太氣人了。深夜的辦公樓燈火通明，羅塞麗塔又被留下來加班了，他心裡把局長罵了800遍，這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就在他準備收工的時候，卡西安突然出現在身後，語氣溫柔地問他需不需要順路送他回家。羅塞麗塔表面上客客氣氣，心裡卻在瘋狂打小算盤，覺得卡西安這種工作狂，與其花時間送人，不如趕緊把剩下的活全幹了。他剛想找個借口開溜，卡西安卻突然停下腳步，神情嚴肅地叫住了他。羅塞麗塔下意識地回過頭，心裡咯噔一下，難道是剛才的吐槽被這位殿下給聽見了？卡西安突然變得嚴肅起來，叮囑羅塞麗塔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多留個心眼，甚至直接放話，走路回去這種念頭門都沒有。羅塞麗塔雖然覺得莫名其妙，但還是乖乖點頭答應。誰知卡西安接下來的話差點沒讓他當場石化，他竟然要調動皇家騎士專門去護送羅塞麗塔的馬車。羅塞麗塔心裡瘋狂吐槽，明明坐車也就10分鐘的路，整這麼大陣仗真的有必要嗎？羅塞麗塔剛才還笑得沒心沒肺，覺得卡西安簡直是瞎操心，在這地界上能出什麼岔子？可他這 flag 剛立完沒多久，打臉就來得飛快，馬車還沒走多遠，就被一群來路不明的人給截住了。對方手裡拎着狼牙棒，語氣囂張的不行，指名道姓要馬車裡的女人乖乖跟他們走。護衛騎士趕緊擋在車門前，叮囑羅塞麗塔千萬別露頭，外面這陣仗顯然是衝着他來的。羅塞麗塔這下徹底傻眼了，原本以為只是卡西安想多了，沒想到真正的危險早就已經在暗處盯着他了。稍微動動腦子就知道，幕後黑手肯定是那個局長。羅塞麗塔心裡一陣冷笑，居然用這重上不了台面的招數，也太瞧不起人了。既然對方主動送上門，那就乾脆讓他嘗嘗記性。羅塞麗塔隔着車窗冷靜下令，讓騎士盡量抓活的，抓到之後直接扭送給卡西安。騎士領命而去。看着窗外的混戰，羅塞麗塔心裡已經有了新計劃，趁着回府邸還有點時間，他得給那位局長準備一份終生難忘的大禮。窗外傳來一陣鬼哭狼嚎，既然局長非要整這一出，那這加班費可就要好好算算了。羅塞麗塔二話不說掏出紙筆，這筆賬他非要狠狠敲回來不可。第二天一早，禮部的大門就被徹底撞開了，這下是真的要變天了。這個平日裡有頭有臉的大人物，現在卻像個喪家之犬一樣，被衛兵強行拖走。
他還在那不服氣的大喊大叫，覺得自己這種身份不該受這種待遇。卡西安冷冷地回了一句：“敢綁架皇子的助手，你話確實有點太多了，而且這只是個開始，所有涉及貪污的人一個都別想跑。大麻煩總算解決了，雖然接下來還有不少爛攤子，但羅塞麗塔現在心裡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馬上到來的3天假期，只要熬過今天，就能徹底在床上躺平，誰也別想讓他動一下。”就在他美滋滋計劃的時候，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卡西安正笑眯眯地看着他，這語氣聽着可不太對勁。羅塞麗塔心裡咯噔一下，這假期怕是要懸了。卡西安突然下達死命令，要讓羅塞麗塔去參加皇室舞會，這可把他嚇得夠嗆，心裡1萬個不樂意。就在他準備開口拒絕的時候，卡西安直接使出了超能力，不僅津貼翻3倍，連當天的名貴珠寶也全送給他。這下誰還坐得住啊？羅塞麗塔的底線瞬間消失。既然殿下這麼有誠意，那這舞會他去定了。轉眼間，皇宮的年終盛典正式拉開帷幕。隨着司儀的一聲高喊，羅塞麗塔挽着卡西安的手臂正式入場。這種大場面他還是第一次見，心裡難免有些打鼓。他本以為卡西安這種性格肯定會覺得這種派对很無聊，甚至還擔心他會不舒服。結果卡西安不僅游刃有餘，還湊到他耳邊輕聲誇獎，說他今天美得讓人移不開眼。羅塞麗塔這下總算看明白了，這位殿下哪是不適應啊？他分明很享受這種萬眾矚目的感覺。卡西安看着眼前的羅塞麗塔，語氣裡滿是欣賞，說這身禮服簡直就是為他量身定做的。羅塞麗塔心裡很清楚，這場舞會可不只是跳個舞那麼簡單，這是他翻身的絕佳機會。只要今晚表現出色，就能甩掉那個寒酸的男爵女兒頭銜。畢竟這段時間他因為沒參加過正式的社交首秀，被那群自命不凡的貴族無視的夠久了。果然他一露面，周圍那些嚼舌根的聲音就沒停過，都在嘲諷他根本不算個真正的貴族。在規矩森嚴的社交界，貴族子弟想要真正露臉，就必須在皇帝和皇後面前正式行禮，這不僅是禮儀，更是身份的入場券。羅塞麗塔心裡很清楚，雖然他錯過了之前的社交首秀，但今晚這場年終盛典就是他補齊身份的最好機會。只要在皇帝和皇後面前完成這一禮，他就不再是那個被邊緣化的男爵女兒，而是真正踏入了帝國的權力中心。皇後一開口就陰陽怪氣的說，卡西安平時見不到人，是不是在這種熱鬧地方待着不舒服？卡西安也不是好惹的，直接回對說自己是忙着處理父皇的任務，不像大皇子已經在那喝酒享受了，還順着皇後平時的貶低，自嘲說是因為自己沒能力才這麼忙。羅塞麗塔在一旁聽得清清楚楚，這分明是卡西安故意在反擊。畢竟誰都知道，要是沒他這個二皇子，整個國家恐怕都要轉不動了。眼看氣氛越來越僵，皇後開口打了個圓場，讓卡西安介紹一下身邊的搭檔。羅塞麗塔本以為接下來該輪到自己向皇後行禮了，可誰能想到卡西安竟然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他大方方地向皇帝引薦了羅塞麗塔，還專門請求皇帝准許他行禮。這下全場都愣住了，卡西安這分明是故意把皇後當空氣，連個眼神都沒給他。羅塞麗塔在旁邊看得心驚膽戰，這種公然的無視簡直是在皇後的雷區上反覆蹦迪，接下來的局面怕是徹底要失控了。羅塞麗塔這下總算反應過來了，卡西安這家伙帶他來舞會根本就沒安實嗎？好心，他這是要把自己當槍使，當眾給皇後難堪啊！皇帝被他這一通操作搞得頭疼，只能無奈地喊他的名字。可卡西安完全沒有收手的意思，反而更進一步請求皇帝准許行禮。這下麻煩真的大了，羅塞麗塔莫名其妙成了全場的焦點，更成了皇後的眼中釘。接下來的每一步恐怕都是萬丈深淵。卡西安這招簡直是絕了，他當眾跟皇帝耍起了無賴，說要是羅塞麗塔因為受委屈回了領地，那父皇交給他的那些繁重差事，他可就要撒手不管了。皇帝這下是被徹底拿捏住了，為了不讓自己累死，他只能順着卡西安的意思，正式認可了羅塞麗塔的身份，還叮囑他以後要好好輔佐王子。羅塞麗塔心裡看得透徹，皇帝之所以對卡西安的無禮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全是因為卡西安幹了太多的活。但這社交首秀雖然勉強過關，他更擔心皇後接下來的報復。就在他心神不寧的時候，卡西安突然湊到他耳邊低聲叮囑，如果皇後之後私下傳喚，他完全可以直接拒絕皇後的傳喚。羅塞麗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很清楚自己只是個小小的男爵之女，這種公然抗命的行為無異於是在自尋死路。雖然卡西安一臉從容的承諾說他是皇子，一切後果由他來承擔，但羅塞麗塔心裡比誰都明白，卡西安在皇室裡根本沒有盟友，他一直都是在孤軍奮戰。看着卡西安那副想要護他周全的樣子，羅塞麗塔心裡五味雜陳，他現在的處境已經夠艱難了，自己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再給他拖後腿。於是他深吸一口氣，還是拒絕了卡西安的好意。卡西安臨走前還不忘調侃一句，說要是羅塞麗塔被別人勾走了，他可是會非常失望的。隨後他就把羅塞麗塔一個人留下，自己去處理公務了。羅塞麗塔本想趁這個機會喘口氣，她心裡還在盤算着，雖然皇後肯定沒安好心，但總不至於在這大庭廣眾之下立刻就對自己動手吧。可她顯然低估了皇後的耐心，就在她剛端起酒杯準備等卡西安回來的時候，皇後的女官竟然直接找上門來，語氣冰冷地要求她立刻過去。羅塞麗塔剛進屋，皇後就熱情地迎了上來，這態度簡直讓人摸不着頭腦。本來以為少不了一頓耳光，結果對方竟然笑臉相迎，這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
看來這場鴻門宴比預想的還要麻煩。皇後這戲演得真夠全的，不僅拉着羅塞麗塔的手套近乎，還一副心疼晚輩的樣子。聊着聊着，她竟然主動提出要幫襯羅塞麗塔家，這餡餅掉的也太突然了。羅塞麗塔當場就懵了，這種天上掉下來的好事，背後到底藏着什麼陷阱？卡西安這下直接找上門了，一開口就是興師問罪，埋怨羅塞麗塔竟然敢放他鴿子。羅塞麗塔可不吃這一套，讓他趕緊去找那些名媛跳舞，別在這兒浪費時間。結果話還沒說完，卡西安直接伸手拽住了他，看來今天他是絕對不會放人了。卡西安這情話真是張口就來，當眾親吻手背不說，還非要預定羅塞麗塔的第一支舞。這一套連招下來，羅塞麗塔表面上雖然沒說話，心裡其實已經快招架不住了。她總覺得這些撩人的手段都是卡西安慣用的套路，可偏偏就是躲不開。隨着音樂響起，兩人的博弈才剛剛開始，舞池裡的氣氛越來越微妙。卡西安竟然開始調侃羅塞麗塔，說她平時頭髮亂糟糟的樣子很可愛。他發現眼前的卡西安跟原著裡那個帶刺的性格完全不同，現在的他反而讓人更想靠近。卡西安這嘴真是殺人誅心，一開口就問羅塞麗塔是不是打算去給皇後辦事了。羅塞麗塔整個人都聽懵了，這種私密的話題他到底是怎麼知道的？結果卡西安還一副大度的樣子，說就算羅塞麗塔真的經不起誘惑，他也不會怪他。這話一出，羅塞麗塔徹底炸毛了，這種不被信任的感覺比被皇後威脅還要難受。羅塞麗塔這回是徹底交底了，她直截了當地告訴卡西安，皇後想用幫她還清債務做交換，讓她去當監視王子的間諜。卡西安聽完沉默了半天，他其實早就看透了皇後的手段。這麼多年來，皇后一直都在想方設法孤立他。大皇子身邊圍着5個頂尖天才，而卡西安身邊連個副官都不能有，這種明目張膽的打壓，讓接下來的路變得更難走了。卡西安這番話信息量太大了。他說自從羅塞麗塔出現以後，他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直線上升，甚至超過了那些所謂的精英。羅塞麗塔這才反應過來，皇後這次是真的看走眼了。他一直覺得羅塞麗塔出身卑微，根本沒把這個小姑娘當回事。結果呢，這個被輕視的局外人反而成了皇后計劃裡最大的變數。卡西安這招先禮後兵真是絕了。他先是肯定了羅塞麗塔的能力，讓她別再自我懷疑，應該為自己感到骄傲。羅塞麗塔還沒從這波誇獎裡緩過神，卡西安緊接着就拋出了送命題：既然皇後的條件那麼誘人，你到底為什麼要拒絕？這下輪到羅塞麗塔沒話說了，她心裡確實藏着不少秘密，但現在這個局面，她還沒法對卡西安徹底交底。皇後的手段真是越來越離譜了，她居然想把羅塞麗塔許配給一個性格惡劣還長得極醜的20族，這明擺着是要把羅塞麗塔往火坑裡推。羅塞麗塔猜測卡西安聽完第一反應肯定是大笑，結果卡西安眼神一下子就冷了下來。他意識到皇後這不只是在收買，而是在赤裸裸的羞辱羅塞麗塔。這下麻煩了，皇後的這種惡意已經徹底觸碰到了卡西安的底線。喧囂過後，馬車裡只剩下這2個人。羅塞麗塔累得直接睡熟了，完全沒發現身邊的卡西安正一動不動地盯着他看。夢裡卡西安不再是那個冷冰冰的王子，他許下諾言，無論時間過去多久，羅塞麗塔永遠是他唯一的選擇。羅塞麗塔猛地驚醒，發現自己居然在卡西安懷裡睡了一路。他還沒從那個奇怪的夢裡緩過神，卡西安就溫柔地催他下車。就在羅塞麗塔以為又要開始苦逼工作時，卡西安居然主動給他放了3天假。這突如其來的幸福讓羅塞麗塔整個人都要原地起飛了。看來這幾天的最美白瘦，打工人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這下終於能徹底放鬆一下了，終於熬到了夢寐以求的假期。羅塞麗塔癱在床上，腦子裡已經把這3天的快樂計劃全都排得滿滿當當。是先給家裡寫封信呢，還是去書店逛逛，或者乾脆就在床上躺平一整天？光是想想都覺得美滋滋。就在他準備開啟廢人模式的時候，門口突然傳來了敲門聲。這下羅塞麗塔徹底懵了，明明今天不該有人來才對，這不速之客到底是誰？難道假期還沒開始就要這麼泡湯了嗎？敲門聲響了，來的人居然是個郵差，對方開口就找羅塞麗塔，還遞上了一封沉甸甸的邀請函。誰能想到這竟然是子爵夫人親自發來的，指名道姓要請他去參加明天的午宴。羅塞麗塔整個人都傻了，這突如其來的驚喜簡直比驚嚇還要嚇人。卡西安正忙着處理公務，羅塞麗塔突然闖了進來，這架勢確實把人嚇了一跳。卡西安頭也不抬地問：大新年的，你這是急着來領零花錢嗎？羅塞麗塔支支吾吾地回答：算是吧，差不多就是這麼回事。看來這3天的假期注定是沒法安穩度過了。卡西安一眼就看穿了，笑着說：你這是拿我當擋箭牌，來躲避子爵夫人的邀請啊。他倒是大方，讓羅塞麗塔以後儘管拿他當盾牌，可羅塞麗塔卻一點也笑不出來。剛才真是好險，在原著的劇情裡，就是因為參加了那場晚宴，皇後才開始散布那些離譜的謠言。現在看來，原著中羅塞麗塔遭遇的所有不幸，全都是從遇到皇後那一刻開始的。皇后一副施捨的嘴臉，你應該對我感恩戴德，說要不是他幫忙，一個落魄男爵的女兒哪能飛上枝頭變鳳凰？旁邊的貴婦也跟着陰陽怪氣，說既然是皇後的意思，這種兒媳婦他們也就勉強收下了。羅塞麗塔聽得脊背發涼，在原著的劇情裡，卡西安為了保護她，還被皇後指着鼻子教訓。那時的卡西安遠沒有現在這麼精明，根本沒法從這些惡狼手裡
把他真正唬住。卡西安卻突然笑着開口了，他說皇後根本就不了解你，畢竟羅塞麗塔最喜歡的明明是美酒、大肉、金錢。羅塞麗塔忍不住感嘆，卡西安這家伙簡直像隻狐狸，竟然把他的喜好摸得一清二楚。而另一邊子爵夫人還在打着如意算盤，覺得羅塞麗塔絕不敢拒絕第二次邀請，甚至打算搬出皇後寫信壓人。就在他準備動筆的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陣巨響，緊接着大門被直接撞開，羅塞麗塔帶着士兵破門而入。這陣仗把子爵夫人徹底看懵了。羅塞麗塔冷冷地看了一眼手表，報出了準確的時間，1月5號下午2點27分。羅塞麗塔當眾宣布，奉卡西安王子之命，現在要查封並搜查整個埃雷諾家族。子爵夫人當場就炸毛了，大喊着問羅塞麗塔是不是瘋了，畢竟兩家原本還要聯姻，這下臉皮是徹底撕破了。羅塞麗塔根本沒理會他的叫囂，直接拿出了搜查令，開始宣讀那一疊厚厚的罪狀：貪污、偷稅、包削領民，這些罪名一個比一個重。子爵夫人這下徹底沒話說了。但這還沒完，羅塞麗塔最後補了一刀：你們竟然還敢在香料貿易上對王國進行詐騙！羅塞麗塔直接甩出證據文件，讓子爵夫人自己看得清楚。這下對方徹底慌了，根本想不通這些秘密是怎麼洩露的。子爵夫人還不死心，大喊着要羅塞麗塔住手，甚至搬出了自己的大兒子，說他可是大皇子身邊的紅人。他一邊喊冤，一邊指望兒子能救命。可此時在大皇子的夏宮裡，局面卻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樣。那個被寄予厚望的長子正跪在大皇子面前拼命求救，結果大皇子連頭都沒回，語氣冷得讓人發指。他說這人被抓了還挺可惜，畢竟平時話不多，用起來還算順手。看來這家人已經徹底淪為棄子了。大皇子查理一臉輕鬆的抱怨說，因為卡西安搞出這麼多事，害得他又要被父皇責罵了，這甩鍋的本事倒是一流。卡西安聽完冷笑了一聲，語氣裡全是嘲諷，說這可真是讓人心碎啊，顯然根本不買他的賬。查理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指着遠處的副官建議卡西安乾脆趁這個機會換個人，畢竟現在的副官實在是太愛嘮叨了。卡西安頭都沒抬，直接把球踢了回去，說你要是看他不順眼，大可以自己動手把他開除了。說完，卡西安轉身就走，連個正眼都沒給查理留下。查理坐在桌子上感嘆，連頓飯都不吃就走，這弟弟真是越來越冷酷了。查理看着卡西安，語氣裡全是酸溜溜的味道，直截了當的說自己嫉妒了。他趴在桌子上耍賴，嚷嚷着說他也想要一個長得漂亮的副官來幫忙。時間過得很快，幾天之後，這場風波終於有了定論。曾經顯赫一時的埃雷諾家族被徹底從貴族名冊中除名，這個家族算是徹底完了。羅塞麗塔此時正忙着處理堆成山的後續文件，這下誰都看得出來，局面已經完全被卡西安掌控了。看來提前舉報是對的，要是按原劇情發展，皇室這次肯定要吃大虧，連皇後都得跟着受牽連。現在局面總算穩住了，可羅塞麗塔看着手裡的報紙，心裡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這上面的標題簡直離譜，報紙上大張旗鼓地寫着，說是東宮的惡魔拯救了帝國。羅塞麗塔越看越覺得委屈，這外號聽着也太嚇人了。他忍不住找卡西安抱怨，說這稱號對自己太不公平。結果卡西安直接淡定地補了一刀，他說確實寫得不太準確，應該寫成惡魔們才對。羅塞麗塔這下徹底抓狂了，憑什麼只有自己背這個名聲？卡西安這家伙居然能完美隱身。羅塞麗塔努力讓自己往好處想，既然皇後因為這次風波短時間內肯定會消停不少，那自己的好日子是不是要來了？雖然之前的假期泡湯了，但只要能保住這個周末，躲在家裡好好睡上一覺，這波就不算虧。就在他以為萬事大吉的時候，一個熟悉的聲音突然響起，徹底粉碎了他的美夢。卡西安竟然換了一副面孔，直接找上門來了。他微笑着打了個招呼：“你好啊，羅塞麗塔。”這下麻煩大了，看來這個周末注定又要不得安生了。誰能想到卡西安特意染了頭髮，居然是為了跑來找羅塞麗塔約會？這突如其來的邀請讓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懵了。看羅塞麗塔沒反應，卡西安直接使出了殺手鐧，不僅給3倍的加班津貼，約會期間的所有開銷他全部承包。羅塞麗塔忍不住吐槽，覺得他每次都只會用錢解決問題，可卡西安卻一臉真誠，說這都是為了表達心意。緊接着他又拋出了一個重磅誘惑，要去中央商業區最頂級的名店買下羅塞麗塔想要的一切，那可是大師級工匠供貨的地方，隨便一件都價值连城。卡西安這波豪橫的操作簡直是不給羅塞麗塔拒絕的機會。卡西安這波攻勢太猛了，他微微彎下腰，語氣溫柔的讓人沒法拒絕，正式邀請羅塞麗塔去約會。羅塞麗塔不停地告誡自己一定要冷靜，千萬不能被眼前的場面給唬住，可身體卻很誠實。他慢慢伸出手搭在了卡西安的手心裡，他在心裡不停地安慰自己，這絕對不是因為別的，純粹是剛才那些錢太誘人了。羅塞麗塔下意識開口：“殿下，我有件事想問。”沒想到卡西安直接打斷：“今天不准叫我殿下。”這下羅塞麗塔徹底懵了，不叫殿下那該叫什麼？卡西安凑近提醒：“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我們兩個是什麼關係？”“沒錯，我們今天的身份是夫妻，雖然說是約會，但其實是公事公辦，為了視察購物區才搞得偽裝。”羅塞麗塔還是覺得別扭，就算演戲我也不能直呼您的名字啊。卡西安倒是很大方，說他一點都不介意。這下羅塞麗塔更慌了，直呼皇子名諱，你是想讓我因為侮辱皇室被抓嗎？就在這时，卡西安突然開口：“叫我伊恩。”羅塞麗塔一時間沒反應過來，什麼？他耐心的重複了一遍：“以後就叫我伊恩。”
這個名字羅塞麗塔從來沒有聽說過，他為什麼要用這個假身份？奇怪的是，伊恩這個名字聽起來竟然有種莫名的熟悉感。不過羅塞麗塔很快打消了念頭，反正這個名字跟卡西安本人肯定沒關係。他試着改口叫了一聲伊恩，卡西安輕聲回應：怎麼了？羅塞麗塔趁機開始談條件。雖然我拿了不少報酬，但我最近可是連軸轉，一天都沒休息過，所以今天千萬別給我派什麼重活。卡西安無奈地笑了。羅塞，你真是把我想得太壞了。他停下腳步問他，你覺得我們今天的目標是什麼？羅塞麗塔試探着回答，視察購物區。卡西安搖了搖頭，除了這個呢？是約會啊。他順勢牽起羅塞麗塔的手，既然如此，就別管那些煩心事了，陪我好好逛逛吧，我親愛的夫人。既然說是約會，那就徹底開啟放鬆模式。两人並肩走在繁華的街道上，琳琅滿目地櫥窗確實讓人暫時忘記了那些煩心事。看到精緻的甜點，羅塞麗塔終於露出了久違的笑容。卡西安也一直耐心地陪在她身邊，他甚至還買了一只泰迪熊送給她。這種被寵溺的感覺讓羅塞麗塔有些恍惚。這一刻，他們看起來就像一對最平凡也最幸福的夫妻。回到馬車上，兩人終於卸下了偽裝，變回了原本的樣子。卡西安看着羅塞麗塔手裡的盒子，有些不敢相信地問：挑了半天你就只要這個？羅塞麗塔倒是很滿足，當然了，我就喜歡這支鋼筆。其實店裡還有很多寶貝，比如設計獨特的名錶，或者是舉世罕見的瓷器，但在羅塞麗塔看來那些東西太誇張了，買回去也只能當個擺設，還是鋼筆最實在，每天都能帶在身上用。卡西安無奈地嘆了口氣，羅塞，我真是永遠都搞不懂你在想什麼。卡西安，這家伙最好還是別把我看得太透。看羅塞麗塔不說話，卡西安又湊了過來，故意逗她說，你只選了一件禮物，是不是想找個借口，下次再讓我帶你來逛街啊？羅塞麗塔這下徹底急了，大聲反駁說，我那是良心發現好嗎？你知道光是那支筆就花了多少錢嗎？雖然嘴上在心疼錢，但馬車裡的氣氛卻突然變得有些不一樣了。這種心跳加速的感覺，到底是因為那支昂貴的鋼筆，還是因為眼前這個人呢？其實像這樣，再多待一會兒也沒什麼不好。卡西安趁機提議，既然都出來了，不如直接去吃晚餐吧。聽說那家的肉特別好吃。一聽到有肉吃，羅塞麗塔想都沒想就答應了，滿腦子都是大餐的畫面。可馬車走着走着，羅塞麗塔突然覺得不對勁，等等，這路怎麼越走越偏？這根本不是去餐廳的路。馬車已經徹底開出購物區了。羅塞麗塔終於反應過來了，她停下腳步，一臉嚴肅地看着卡西安：“你老實交代，是不是故意耍我呢？說好的出來調查，結果正是一件沒幹，光顧着到處亂逛了。”羅塞麗塔越想越覺得過意不去，直接放話：“今天的工資我不要了。”卡西安倒是一臉無辜：“為什麼啊？我以為你會喜歡這種安排呢。”羅塞麗塔看着手裡那些昂貴的禮物，心裡簡直在咆哮：光是這些東西就頂我好幾個月的工資了。結果這家伙居然還說這支鋼筆根本不算什麼正式禮物，這有錢人的世界真是讓人徹底沒話說了。看羅塞麗塔一直悶悶不樂，卡西安試探着問：“難道你今天玩得不開心嗎？”羅塞麗塔趕緊搖頭：“完全不是那樣的，相反，我是因為玩得太嗨了，才覺得心裡不踏實。這哪是什麼調查工作呀，分明就是打着工作的幌子出來約會了。”卡西安看着他，終於說出了真心話：“其實我只是想讓你從那些沒完沒了的工作裡徹底放鬆一下。”羅塞麗塔還在心裡犯嘀咕，卡西安對自己實在太好了，好到讓他覺得自己根本沒法報答。他甚至在想，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他給的這些東西有多貴重。結果還沒等他想明白，卡西安突然湊了過來，直接在他的臉頰上親了一下。這一下，羅塞麗塔整個人都宕機了，大腦瞬間一片空白。卡西安倒是淡定得很，笑着說：“這就當是提前收點利息吧，剩下的以後再說。”羅塞麗塔捂着臉，半天沒回過神來，這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事？這家伙也太會撩了吧！羅塞麗塔現在滿腦子都是問號，又是送好禮，又是親吻，這家伙該不會是入戲太深，真把自己當成新婚丈夫了吧？就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卡西安突然停了下來，語氣變得格外認真：“羅塞，還有一件事，咱們訂婚吧。”這句話就像個重磅炸彈，羅塞麗塔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甚至懷疑自己耳朵出了問題。“你剛才說什麼？”卡西安微微一笑，很有耐心的又重複了一遍：“我說我們要不要訂婚。”這下麻煩大了，原本只是演場戲，結果現在他居然要玩真的了。羅塞麗塔這下徹底想歪了，他一臉震驚地問：“殿下，您該不會是交女朋友了吧？所以才找我練習怎麼約會？”他甚至開始手忙腳亂，念叨着要趕緊記下行程，好幫這位未來的王妃騰地方。卡西安看他這副樣子，直接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語氣裡滿是無奈：“實話告訴你吧，根本沒有那種人。我不是在找別人商量，我是在問你。”他盯着羅塞麗塔的眼睛，一字一句地攤牌了：“我想訂婚的對象一直都是你。”羅塞麗塔這下徹底沒詞了，她支支吾吾了半天，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這簡直就是晴天霹靂。羅塞麗塔讓他正經點，趕緊把話說清楚，結果他卻笑着說：“本來想用這種方式讓他心動一下，看來是搞砸了。”羅塞麗塔根本不信，要是真想求婚，怎麼可能準備得這麼草率？卡西安低聲承認，確實被他說中了。卡西安終於說出實情，他現在急需一個擋箭牌。原來皇後一直在背後搞小動作，到處散布謠言，非要把他送去鄰國聯姻。羅塞麗塔這下徹底懵了，這劇情根本對不上。在原著小說裡，卡西安確實被賣去當了駙馬，但那明明是故事後期的情節，現在的進度比原著提前了太多，事情已經完全脫離了掌控。卡西安盯着羅塞麗塔說：“他根本沒打算離開帝國，
羅塞麗塔總算聽明白了，卡西安這是想跟他簽一份契約婚約。雖然知道他處境艱難，但訂婚這種事後續處理起來真的很麻煩。就在他猶豫的時候，卡西安直接甩出一份合同，讓他先看看條款。這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出場費高的離譜，甚至連遣散費都算好了。羅塞麗塔盯着合同，心裡的小算盤打得飛起，只要簽了這一張紙，家裡的債就能全部還清了。卡西安趁熱打鐵，擺出一副非他不可的樣子，說只有他能救自己。這下麻煩了，一邊是能提前5年還清的債，一邊是皇太子的申請公示。羅塞麗塔雖然知道這是個坑，但為了那筆巨款，還是咬牙答應了下來。卡西安露出滿意的笑容，直接向他伸出了手。這契約一旦開始，可就真的沒退路了。羅塞麗塔還沒反應過來，手就被卡西安一把拉住，緊接着指尖一涼，一枚碩大的鑽戒直接套了上來。羅塞麗塔看着手上閃閃發光的鑽戒，整個人都快崩潰了。誰家假訂婚會送這麼貴重的戒指啊？卡西安笑着說，這枚戒指就是個枷鎖，要把它牢牢綁在自己身邊。沒過多久，這件大事就徹底瞞不住了。二皇子卡西安和羅塞麗塔訂婚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全城，公告欄前擠滿了人，所有人都在議論這樁婚事。畢竟這可是皇室官宣，這下全天下都知道了。報紙上的頭條一個比一個離譜，什麼最強惡魔組合，甚至還有人懷疑他們是為了商業效率。卡西安看着這些報道，倒是覺得挺有意思，可羅塞麗塔卻完全笑不出來。這好歹也是訂婚消息，媒體竟然連個幸福都不肯寫，全是些奇奇怪怪的形容詞。不過換個角度想，這下總算能鬆口氣了。在原著劇情裡，羅塞麗塔可是因為想攀高枝，被罵得體無完膚。現在大家只覺得他們是惡魔聯手，那些難聽的謠言反而徹底消失了。現在的輿論風向簡直發生了180度大轉彎，路人都在背後小聲嘀咕，覺得羅塞麗塔是個可憐的受害者，肯定是工作時被二皇子威脅了，才不得不答應這門婚事。聽到這些八卦，羅塞麗塔反而覺得輕鬆了不少。這種被逼無奈的人設，簡直是最好的擋箭牌。卡西安倒是淡定得很，既然戲已經演到了這一步，不如玩票大的。他打算帶着羅塞麗塔去給那位皇後娘娘送份大禮，畢竟他放着邻國公主不娶，偏偏選了名不見經傳的羅塞麗塔，這口氣皇室那邊肯定咽不下去。剛踏進皇宮大殿，火藥味就直接拉滿了。皇後當場發飆，指着卡西安的鼻子大罵，說他這種先斬後奏的行為，簡直是沒把皇室放在眼裡。尤其是看到報紙上的官宣，他覺得卡西安以前最講規矩，現在竟然為了個女人亂來。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站在卡西安身邊的羅塞麗塔，竟然只是個落魄男爵的女兒。皇後越說越難聽，當眾羞辱羅塞麗塔家裡債台高築，根本配不上皇室的身份。皇後越說越激動，甚至把這件事上升到了國家高度，指責卡西安是在蔑視整個王國。羅塞麗塔站在一旁，手心裡全是汗，這種場合他根本插不上話。就在皇後準備繼續施壓的時候，一直沉默的皇帝突然冷冷地開口了，他直接叫停了皇後的指責，語氣裡沒有商量的餘地。誰也沒想到皇帝竟然當眾表態，說他壓根就沒打算讓卡西安去聯姻。這一下皇后徹底愣住了，原本勝券在握的局勢瞬間被皇帝一句話給掀了。皇後這下徹底慌了，還在那兒強撐着解釋，說自己全是為了王國和卡西安着想。皇帝根本不吃這一套，他語氣平淡卻非常有殺傷力，直接挑明了聯姻的人選又不是非卡西安不可。這句話一出，皇後整個人都僵住了。還沒等皇後反應過來，皇帝就當着所有人的面正式宣布承認這門親事。他甚至還微笑着祝賀卡西安和羅塞麗塔訂婚。他直接宣布要改派三皇子去聯姻，皇后當場就崩了，尖叫着想讓皇帝收回成命，結果被皇帝一頓臭罵，說他身為皇後竟然如此失態。既然是你自己提議要聯姻，現在定下人選了，你又在這兒鬧什麼脾氣？羅塞麗塔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誰不知道三皇子是皇後的親兒子，那是她捧在手心裡的寶貝。皇後這回是徹底栽了，她原本想把卡西安踢走，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親手把最疼的兒子送進了火坑。卡西安這波補刀簡直絕了，他故意笑着恭喜皇後，說三皇子能去聯姻，真是得了個了不起的好差事。皇后氣的話都說不出來，只能死死盯着他。卡西安根本沒打算給他留面子，既然正式談完了，皇帝的祝福也拿到了，他可不想在這兒多待一秒。他順勢摟住身邊的羅塞麗塔，當眾宣布要先走一步，理由更是讓人沒法接話。他說兩人現在正熱戀，得趕緊回去過二人世界了。剛走出大殿，羅塞麗塔就忍不住問卡西安，皇帝陛下今天怎麼這麼反常，居然會破天荒地站在他們這邊？卡西安笑了笑，說他只是提前給皇帝打了個招呼，畢竟如果真的要去聯姻，手頭的工作總得有個交接。他把兩人這段時間所有處理過的政務和資料，整整寫了幾百頁的報告書，一股腦全發給了皇帝。卡西安這招確實狠，他這是在明擺着告訴皇帝，如果把他送走，這些堆成山的工作就沒人幹了。羅塞麗塔聽完直接無語，光是想想那幾百頁的文檔，他就覺得頭皮發麻。看來皇帝也是被這工作量嚇到了，比起失去一個兒子，他顯然更害怕沒人幫他幹活。羅塞麗塔覺得，既然卡西安連皇帝都能搞定，那他們之間這個契約婚約是不是就沒必要繼續了？他本以為能提前恢復自由身，可卡西安接下來的話卻讓他心裡咯噔一下。卡西安提到威廉明娜·洛佩茲小姐，為了躲他，這婚約必須得留着。
羅塞麗塔聽到這個名字，整個人都愣住了。這可是個出了名的狠角色，在原著小說裡，威廉明娜因為單相思，一直像狗皮膏藥一樣纏着卡西安，誰靠近卡西安，他就對付誰。他就是那個因為嫉妒把原主欺負得慘不忍睹的原著頭號大反派。但奇怪的是，公爵家和皇後竟然都強烈反對他的感情。当初為了讓他死心，家裡特意把他送去皇家學院，想讓他換個地方冷靜一下。結果呢，這種戀愛腦哪是換個環境就能好的，感情反而變本加厲了。反正我手裡拿着原著劇本，倒是不擔心他回來找我麻煩。但是卡西安殿下，接下來的日子你恐怕要不好過了。你看麻煩這不就來了嗎？卡西安點點頭，這種局面確實需要一份契約訂婚來收場。可他接下來的話讓羅塞麗塔徹底愣住了，他竟然輕易地喊出了那個名字，威爾瑪。這下誰都懵了，羅塞麗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卡西安倒是一臉淡定，說這只是那位小姐的小名而已，沒什麼好奇怪的。但羅塞麗塔心裡清楚，事情絕對沒那麼簡單。這種突如其來的親密感，總讓人覺得哪裡不對勁。卡西安這副表情讓羅塞麗塔心裡咯噔一下，難道他已經發現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其實威爾瑪這個名字根本不是什麼反派的小名，而是羅塞麗塔小時候在卡西安面前用的假身份。回想起兩人的第一次見面，那可不是什麼浪漫的邂逅，而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意外。當時卡西安命懸一線，羅塞麗塔根本沒得選，只能硬着頭皮去救他。當年為了救他，我特意沒按原著的套路出牌，不僅換上了威廉敏內的裝扮，甚至連名字都用了他的縮寫。本以為這層馬甲穿得夠穩，只要我不說，這輩子都不會有人知道真相。可現在看着卡西安的背影，我心裡開始瘋狂打鼓。他剛才那個眼神到底是什麼意思？不可能，他絕對不可能認出我，一定是我自己想多了吧。卡西安笑着問羅塞，你今天幹嘛一直盯着我看？難道是因為我太迷人了？這下羅塞麗塔徹底無語了，心裡忍不住咆哮，這家伙真是煩死人了。幾天後，兩人回到了書房，氣氛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關於貴族圈的那些爛攤子，羅塞麗塔已經整理出了結果，局面馬上就要變天了。羅塞麗塔匯報說，皇後最近簡直是揮金如土，國庫都要被她掏空了。卡西安聽完冷笑一聲，三皇子的大婚就在眼前，皇後這分明是自尋死路，他正愁沒機會出手，這下倒好，皇後親手把把柄送到了他手上。就在羅塞麗塔以為局面要徹底反轉的時候，卡西安突然把一疊厚厚的文件甩了過來，羅塞，剩下的工作就全交給你了。這下羅塞麗塔徹底崩潰了，什麼权謀鬥爭，明明我才是這裡最慘的打工人。看着這沒完沒了的工作，羅塞麗塔嘆了口氣，看來今天想準時下班，又是想都別想了。就在他垂頭喪氣往回走時，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叫他先等一下。這聲音又尖又細，聽着耳熟得很。羅塞麗塔心裡咯噔一下，難道是那個女人？他猛地轉過頭，果然是威廉敏娜。沒想到他竟然這麼快就回宮了。羅塞麗塔走上前問，有什麼能幫您的嗎？您該不會是迷路了吧？這句話一出，威廉敏娜瞬間炸毛了，大聲反駁說，迷路？這怎麼可能？他一邊嘴硬一邊強調自己從小就在皇宮裡進進出出，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清楚得很。羅塞麗塔趕緊給個台階下，說是因為聽說大小姐剛回宮，這才冒昧問了一句。威廉敏娜哼了一聲，擺出一副傲嬌的樣子，說這次就先不跟他計較了。看着他這副模樣，羅塞麗塔忍不住想，這位傳聞中的反派怎麼比預想的還要可愛一點？威廉敏娜突然又警覺起來，問羅塞麗塔是不是也對自己有戒心，不然怎麼一眼就能認出他？羅塞麗塔笑着回答，那是因為您可是名門望族的大小姐，誰會不認識您呢？羅塞麗塔接着開啟誇獎模式，說擁有這麼漂亮紫髮的人，除了大小姐您還能有誰呢？這一記直球直接把威廉敏娜整臉紅了，她語無倫次地喊着，別以為長得好看誇幾句我就會上當。看着他這副手忙腳亂的樣子，羅塞麗塔忍不住想，這人怎麼能單純成這樣，簡直太好對付了。威廉敏娜最後指着羅塞麗塔，強撐着放下一句狠話，說不管你耍什麼花招，我都絕對不會放棄的。威廉敏娜一邊落荒而逃，一邊還不忘放狠話，讓羅塞麗塔給他等着。羅塞麗塔對着他的背影喊，你還沒說清楚到底是對什麼不放棄啊？這大小姐也太可愛了。在原著小說裡，威廉敏娜的戲份簡直是救贖，比起皇後的那些狠毒手段，她的欺負頂多算小孩子過家家。其實想想也能理解，她做的這一切不過是因為從小太缺愛了。這個所謂的反派，其實比誰都渴望被關注，在外人眼裡，他是高不可攀的公爵千金，可實際上他只是家族手裡的一件政治工具。當初他為了追求卡西安，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轉，結果導致名聲一落千丈，徹底成了社交界的笑柄。這下可把公爵家和皇後惹火了，因為他搞砸了原本定好的聯姻。威廉敏娜瞬間從掌上明珠變成了一枚没用的棄子，最後他不僅被家裡拋棄，還被皇後陷害，落得個被趕進修道院的下場。這簡直就是標準的反派結局。羅塞麗塔忍不住嘆了口氣，覺得他唯一的錯就是愛錯了人，實在是太可憐了。所以之前羅塞麗塔才故意偽裝成他，就是想幫這個可憐的姑娘重新找回屬於她的生活。羅塞麗塔在心裡暗暗發誓，這一世絕對不能讓威廉敏娜再像原著裡那樣淒慘，哪怕只有自己一個人，也要好好守護她。可理想很豐滿，現實卻讓她有點頭大，因為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預料。羅塞麗塔本想走溫柔路線，誇獎威廉敏娜是個善良的人，結果這位大小姐根本不領情，還大聲嚷嚷着說自己才不會被這種話收買。
看到威廉敏娜又是孤身一人，羅塞麗塔主動邀請他共進晚餐，誰知道威廉敏那像被踩了尾巴一樣，一邊喊着自己才不寂寞，一邊頭也不回的跑了。這下羅塞麗塔徹底沒轍了，明明是想對他好，結果威廉敏娜反而躲得更遠了。看來想要收服這個傲嬌大小姐，還得再費一番功夫。正忙着處理公務呢，卡西安突然冒出一句：“羅塞，我有點吃醋了。”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愣住了，完全沒反應過來，這位皇子殿下又在發什麼瘋？卡西安撐着臉，語氣裡滿是委屈，說羅塞麗塔最近太關注威廉敏娜了，明明他才是名正言順的未婚夫，難道不該對他多說點甜言蜜語嗎？羅塞麗塔表面上客客氣氣，心裡卻在瘋狂吐槽，強迫下屬說違心的好聽話，這簡直就是職場騷擾。再說了，威廉敏那雖然傲嬌，但至少人家長得可愛啊。至於那位大小姐能不能理解他的心意，羅塞麗塔倒是一點都不急，反正日子還長着呢。原本以為一切都在掌握中，可接下來的這一幕讓羅塞麗塔徹底看傻了。華麗的宴會大廳裡突然傳出一陣驚呼，所有人的目光都定住了。誰能想到那個名聲狼藉的威廉敏娜竟然擋在了前面，任由紅酒順着裙擺滴落，圍觀的貴族們全炸鍋了，大家都在小聲議論，難道他是替羅塞麗塔擋了這一杯？看着眼前這一幕，羅塞麗塔感覺自己的 CPU 都要燒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想要知道真相，時間還得回到幾個小時前。今天的晚宴非同尋常，全是為了迎接未來的王妃，也就是卡西安的未婚妻。羅塞麗塔這次不再是小男爵的女兒，而是以全新的身份出席，這排場真不是開玩笑的。這就是未婚妻的權利嗎？簡直奢華到了極點。而且他還發現了一件事，可他脖子上這條項鏈來頭實在太大了，竟然是前任皇後的遺物。卡西安看出了他的不安，問他這表情是怎麼了。羅塞麗塔想起之前的契約，只要當上未婚妻，所有該有的待遇都會給他。卡西安卻一臉雲淡風輕，說送就送了，這禮物的分量簡直嚇死人。卡西安這次是認真的，甚至搬出了自己的母親，說這本來就是留給他的。羅塞麗塔雖然沒說話，但心裡一直保持着清醒，絕不能被他帶進坑裡。他最後退了一步，說這東西只能算借用，等契約一結束馬上就還。卡西安調侃他太無情，不過正事要緊，兩人決定立刻分頭行動。接下來的任務是把這群貴族的底細全摸清楚。羅塞麗塔一進場就感覺不對勁，周圍的貴族全都在躲着他，甚至連眼神都不敢對上。看來東宮惡魔的名聲太臭了，大家把他當成瘟神一樣，根本沒人願意過來搭話。這下情報搜集徹底卡住了。就在他一籌莫展的時候，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竟然有人敢主動叫他的名字。誰也沒想到，威廉敏娜竟然擋在羅塞麗塔身前，周圍的人全都被嚇傻了。這下麻煩大了，局面已經徹底失控。誰也沒想到威廉敏娜竟然會站出來，當眾訓斥那個潑酒的女人。對方還想拿身份說事，說只是想教訓一下羅塞麗塔，讓她認清自己的地位。威廉敏娜冷笑一聲，既然你這麼喜歡講身份，那我就讓你看看什麼叫真正的等級。威廉敏娜真是人狠話不多，直接一杯酒潑了回去。剛才還囂張的伯爵千金，這下徹底成了全場的笑柄，整個人愣在原地，動都不敢動。威廉敏娜潑完酒轉身就走，根本沒打算給對方留面子。他二話不說，拉起羅塞麗塔就走，動作乾脆利落。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懵了，完全沒搞清楚現在的狀況，只能任由對方拽着往前走。他心裡直犯嘀咕，難道自己也要跟着一起走嗎？威廉敏娜一言不發，這到底是要把他帶到哪去？剛才還霸氣側漏的威廉敏娜，這會兒竟然無奈地嘆了口氣。這個女人平時的樣子確實挺可愛，甚至還有點靦腆，讓人很容易放下戒心。但千萬別被她的外表騙了，作為原著裡最危險的反派，剛才那種壓倒性的氣場才是她真正的底色。羅塞麗塔也沒想到，這個傳聞中的反派竟然會為了自己做到這一步，她趕緊開口道謝，甚至還想報答對方。結果威廉敏娜反而愣住了，她說話都開始打結，說不用什麼報答，只要羅塞麗塔陪她喝個下午茶，最後還不忘搬出卡西安的名號，這哪裡是威脅，簡直就是在強行找借口約會。羅塞麗塔答應的倒是挺痛快，誰能想到計劃趕不上變化，本該輕鬆的茶會徹底泡湯了。羅塞麗塔現在簡直要崩潰，原本以為能喘口氣，結果工作突然堆得像山一樣高，全是因為亞歷克西斯公主。她為了準備和三皇子的婚禮，竟然決定直接留在帝國，這下外交部徹底炸了鍋，所有人都得跟着連軸轉。看來這頓茶短時間內是喝不上了。羅塞麗塔這會兒正忙得焦頭爛額，別說喝茶了，她連午飯都快顧不上了。結果身後突然傳來一個聲音，直接把她給叫住了。這聲音聽着可太耳熟了，回頭一看，竟然是那位亞歷克西斯公主。真是說曹操到，對方一開口就直奔主題，問她是不是二皇子的未婚妻。這位公主也太自來熟了，一上來就強行約飯。羅塞麗塔還沒反應過來，人就已經坐在了三皇子的宮殿裡。本以為只是普通的社交午餐，結果亞歷克西斯說話越來越不對勁，他盯着羅塞麗塔說：“這裡的風景和你很相配。”這話聽着怎麼一股撩人的味道？羅塞麗塔整個人都聽傻了，完全搞不懂這位公主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這位公主的腦回路真是讓人捉摸不透。她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早就把一切都調查清楚了，結果她語出驚人，說二皇子之所以訂婚，全是因為被羅塞麗塔的美貌給迷住了。羅塞麗塔聽完直接愣在原地，心裡1萬個問號，這都哪兒跟哪兒啊，簡直是離譜到家了。羅塞麗塔聽完直接無語，
趕緊解釋說這都是誤會。結果對方根本不買賬，直截了當的問：要不是因為這張臉，人家憑什麼看上你？羅塞麗塔這下也硬氣了，當然是因為我有本事。亞历克西斯聽完冷笑一聲，反問道：這真的不是你們應付外人的借口嗎？亞历克西斯突然提議讓羅塞麗塔跟他去個地方，目的的竟然是東宮。還沒等對方反應過來，亞历克西斯就直接推開大門，他指着身後的羅塞麗塔說：要把這個女人借走。卡西安放下手裡的文件，語氣裡帶着一絲不悅，說：羅塞麗塔真是好本事，竟然又在外面招蜂引蝶。他徑直走到羅塞麗塔面前，一把摟住她的腰，動作霸道的讓人沒法拒絕。他低聲感嘆：要把你這種人留在身邊，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最後他握住羅塞麗塔的手，語氣裡全是委屈，埋怨羅塞麗塔對他實在太狠了。羅塞麗塔為了不露餡，只能硬着頭皮演戲，故意貼在卡西安懷裡撒嬌，說自己整個人都是殿下的。其實他心裡早就崩潰了，要不是為了應付旁邊的公主，誰願意在這兒裝恩愛啊？亞歷克西斯在一旁看夠了戲，笑着說自己可不是來搶人的，而是有個更大膽的想法。他提議兩人交換副官，把身邊的人換着使1個月，理由也很直接，想了解一個人的底細，看他身邊的人就夠了。這下卡西安徹底明白了，對方這是要直接摸他的底啊。卡西安盯着對方，語氣裡透着一絲危險，說這個要求胃口真不小。亞歷克西斯倒是一點不虛，笑着說没辦法，誰讓他看人的眼光太毒，實在捨不得放手。還沒等卡西安反悔，他就直接拍板成交，臨走前還不忘叮囑羅塞麗塔明天準時過來接人。看着亞歷克西斯瀟灑離開的背影，羅塞麗塔整個人都麻了，心裡10000個後悔，這哪是去當副官，這分明是跳進火坑啊。果然接下來的日子可真是一點都不太平。墨水瓶啪的一聲被打翻，黑漆漆的墨水濺了一地。家世之子嘴上說着抱歉，眼神裡卻全是挑釁，還陰陽怪氣的警告羅塞麗塔以後走路最好長點眼睛。羅塞麗塔心裡跟明鏡似的，這家伙絕對是故意找茬。自從他跟着公主過來，這小子就處處針對他，各種挑刺加碎碎念，簡直讓人頭大。可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他也沒法跑去跟公主告狀，這啞巴虧看來只能先自己憋着了。家世之子這下徹底酸了，他一直想在公主面前上位，結果現在羅塞麗塔成了紅人，天天被亞歷克西斯捧在手心裡，他只能在後邊咬牙切齒，覺得是羅塞麗塔搶了他的位置，這嫉妒心簡直要溢出屏幕了。與此同時，卡西安這邊的日子也不好過，亞歷克西斯換過來的那個副官，每天累得夠嗆，推門進來的時候都沒精打采的。卡西安雖然嘴上說着辛苦，心裡卻在不停的嘆氣，看來看去還是自家的羅塞麗塔最好使。羅塞麗塔這會兒正埋頭苦幹，心裡想的全是加班費，反正1個月後就要回去，現在的辛苦全是為了攢錢。卡西安在旁邊看了一會兒，突然走過去讓他伸手，還沒等羅塞麗塔反應過來，手腕上就多了一串亮晶晶的東西。這可不是普通的首飾，而是一串帶魔法的寶貝。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愣住了，不明白殿下這是什麼意思。卡西安語氣溫柔說，他最近看起來太累了，是不是在外面受了委屈？這一下直接問到了點子上。羅塞麗塔也沒再隱瞞，直說那個家世之子確實煩人，天天背地裡給他使絆子。本以為只是些小打小鬧，只要不理會就行了，可卡西安接下來的話讓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他說這事兒沒那麼簡單，家世之子最近動作頻頻，甚至已經私下裡搭上了皇後這條線。這下性質完全變了，一個心懷鬼胎的貴族子弟，加上權傾朝野的皇後，這兩人湊在一起準備好事。卡西安把話挑明了，家世之子那點心思全在臉上，他想進公主的後宮，但這事兒得卡西安點頭才行，所以這小子轉頭就找了皇後，兩人一拍即合。皇後早就把卡西安當成肉中刺，正愁找不到機會下手呢。不過卡西安一點都不擔心，他甚至還笑出了聲，說家世之子的美夢該醒了，因為公主的口味非常奇葩，公主最喜歡那種空有皮囊但沒啥腦子的草包，像家世之子這種心機男根本就不是公主的菜。羅塞麗塔還故意逗卡西安，說就算換成他去訂婚，那家伙也照樣會被甩掉。卡西安對自己這張臉那是相當的有自信，他一邊說着，一邊突然湊到了羅塞麗塔面前，這距離近的有點過分。他盯着羅塞麗塔的眼睛問，難道在他眼裡自己就一點魅力都沒有嗎？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懵了，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卡西安又補了一句，難道我不漂亮嗎？羅塞麗塔最後還是敗下陣來，小聲嘟囔着承認了。羅塞麗塔最後還是沒忍住，誇卡西安一直都挺好看的，話剛說出口他就後悔了，覺得自己真是昏了頭，居然當面調戲這位皇子。可卡西安聽完不僅沒生氣，反而笑得更燦爛了。他趁着羅塞麗塔還沒反應過來，直接低頭親了上去。卡西安還一臉壞笑地說，既然你這麼喜歡漂亮的東西，那他以後肯定會多下點功夫，絕對不讓羅塞麗塔看膩，說以後作為他的未婚妻，就請羅塞麗塔多多關照了。看着卡西安得意的背影，羅塞麗塔摸着被親過的地方，心裡那道防線算是徹底崩塌了。第二天一早，黎明宮的氣氛就有點不對勁。羅塞麗塔正打算去辦事，一個人走在空蕩蕩的長廊裡，就在這時，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呵斥，讓他整個人定在了原地。回頭一看，家世之子正黑着臉擋在門口，他雙手抱胸，一副絕不放行的架勢。卡西安果然沒猜錯，這幫人確實一直盯着他們。羅塞麗塔索性也不躲了，直接問他到底想幹什麼。他一開口
就沒好話，讓羅塞麗塔少在那兒裝蒜，說亞歷克西斯公主對她那麼好，她卻是個忘恩負義的小人，甚至污衊羅塞麗塔每天晚上都在給卡西安王子通風報信，把王國的秘密全賣了。羅塞麗塔聽完不僅沒慌，反而一下子看穿了真相，原來這些鬼話全是皇後交給嘉實的。局面瞬間反轉，羅塞麗塔冷笑着反問了一句：“這話難道不該問你自己嗎？真正背着所有人偷偷去見皇後的那個人到底是誰？”這下輪到嘉實之子傻眼了，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藏得最深的秘密竟然早就被羅塞麗塔看穿了。羅塞麗塔可沒心思跟他廢話，直接點破他在國外私下搞小動作的醜事。羅塞麗塔故意嘆了口氣，說：“要是亞歷克西斯公主知道自己最信任的人竟然在背後搞這種交易，那後果簡直不敢想。”這句話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嚇得當場跪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求饒：“千萬別讓公主知道，剛才不是還挺囂張嗎？既然想拿那些廢話威脅她，這筆賬就要好好算算。”羅塞麗塔彎下腰提了個建議：“與其在這兒求饒，不如換個方式來談一場真正的交易。”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羅塞麗塔心裡冷笑一聲，這家伙差點就惹出了大麻煩，真以為隨便一個貴族就能跑來抓他們的把柄。就在這時，羅塞麗塔轉頭看向旁邊的暗處，問躲在那兒的人是不是把剛才的話全聽見了。亞歷克西斯大大方方地走了出來，語氣裡滿是讚賞，說：“羅塞麗塔不愧是二皇子身邊的人，這手段確實厲害。”亞歷克西斯雙手抱胸，臉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既然嘉實已經解決了，那下一個要對付的目標是不是就輪到她的婆婆了？既然對方已經露出了馬腳，那就必須果斷出擊。這不僅能抓住婆婆的把柄，還能順手解決掉嘉實家族，簡直是一舉兩得。他承諾會給出一份豐厚的報酬。羅塞麗塔雖然笑着答應，心裡卻突然咯噔一下，這位公主的眼神簡直和卡西安一模一樣，這種感覺真是讓人脊背發涼。深夜的宮殿外，嘉實之子一個人徘徊。就在這時，一個冰冷的聲音從身後傳來，責備他竟敢在這種地方秘密見面。嘉實之子嚇得趕緊低頭道歉，說事情實在太緊急，必須當面和他商量。皇後陛下，他說他們私下交易的事情快要被亞歷克西斯公主發現了。皇後卻一臉淡定，覺得只要沒有證據，誰也拿他沒辦法。嘉實之子心裡很清楚，這個女人仗着身份尊貴，根本沒把這點醜聞放在眼裡。但她接下來的話讓局面瞬間反轉。那天不僅有僕人目擊了一切，甚至還帶了魔法錄音。最糟糕的是，錄音裡清清楚楚地記着，皇後曾下令要除掉羅塞麗塔。嘉實之子手裡死死攥着錄音室，這可是能讓皇後翻車的致命證據。原本高高在上的皇後，這下徹底破防了。她氣急敗壞地大吼，問她到底想怎麼樣？看着對方失控的樣子，嘉實之子反而露出了得逞的笑。事情果然和羅塞麗塔預料的一樣，只要皇後亂了陣腳，接下來的計劃就全都在掌控之中了。羅塞麗塔早就看穿了皇後的心思，為了掩蓋醜聞，對方肯定會急着開出條件。其實錄音這個主意是羅塞麗塔交給他的，但他壓根沒打算分享這個功勞，心裡還嘲笑對方是個笨蛋。這下他徹底掌握了主動權，不僅獅子大開口要人手去解決掉羅塞麗塔和那個僕人，甚至還厚着臉皮提出事成之後要讓他上位當公主的男寵。皇後現在只想趕緊封口，只能一臉不耐煩地答應，說一定會遵守諾言。誰能想到三皇子竟然在這個時候帶着亞歷克西斯公主出現了，把皇後的秘密交易撞個正着。這下皇後徹底慌了，原本還算計着怎麼拿捏別人，結果轉頭就被親兒子抓了現行。三皇子顯然氣得不輕，當眾指責皇後管得太寬，甚至還罵嘉實之子是個小白臉，說亞歷克西斯只能愛他一個人。眼看三皇子越說越激動，甚至要抖出皇後以前是怎麼處理那些男寵的黑歷史。皇後嚇得趕緊伸手捂住他的嘴，這要是再說下去，皇室的臉面可就全丟光了。亞歷克西斯翻臉比翻書還快，他一邊說着可惜，一邊直接動手把嘉實之子手裡的錄音師搶了過去。直到這一刻他才反應過來，自己被羅塞麗塔當成猴耍了。那個女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讓他全身而退。亞歷克西斯笑着提議，既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不如換個地方，咱們四個再接着深聊。旁邊的嘉實之子和皇後早就被這陣仗嚇得不輕。另一邊，羅塞麗塔看着遠處的鬧劇，心裡還在盤算，要是能順便把皇後處理男寵的罪證也一网打盡就好了。卡西安聽完忍不住調侃，說他這胃口可真不小，簡直是想把對方徹底掏空。羅塞麗塔倒是一臉淡定，糾正說這不叫貪心，這叫追求辦事效率。卡西安一臉嚴肅地提醒羅塞麗塔，做事得穩着點，要是太急功近利，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費了。他還順嘴提了一句，說這話還是羅塞麗塔自己教他的。結果羅塞麗塔愣在原地，完全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說過。不過現在沒工夫糾結這些，眼前的這座神廟才是接下來的重頭戲。誰能想到這裡竟然是皇後藏錢的老窩？卡西安很清楚，公主肯定也早就盯上這塊肥肉了，只要找準機會揭發，就能把皇後的資產一鍋端。看來接下來的行動才是真正考驗耐心的時候。卡西安一臉壞笑地斷定，那個壞事做盡的皇後遲早會露出狐狸尾巴。羅塞麗塔也在旁邊幫腔，覺得只要有公主在前面頂着，這次肯定能讓皇後吃不了兜着走。可聊着聊着，羅塞麗塔突然反應過來，她盯着卡西安問：“
你是不是連我也算計進去了？卡西安倒是坦誠的讓人害怕，他直截了當地承認，從公主決定帶上罗塞丽塔的那一刻，他就已經布好了局。這下輪到羅塞丽塔傻眼了，原來卡西安早就想好了，萬一行動出了什麼岔子，這口黑鍋正好能穩穩的甩給公主。不得不說，這男人真是老謀深算，連自己人都能當成棋子使。在卡西安的計劃裡，那位看似善良的公主，不僅是羅塞丽塔最好的擋箭牌，更是刺向皇後最狠的一把杀手鐧。可羅塞丽塔聽完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她直接對着卡西安發火，埋怨這麼大的事，竟然一直把他蒙在鼓裡。羅塞麗塔越說越覺得委屈，覺得自己平時對他掏心掏肺，連芝麻大點的小事都要匯報，結果對方根本沒把他當成真正的搭檔。原本以為卡西安會像往常一樣反駁，可沒想到他竟然沉默了片刻，破天荒的低頭說了聲對不起。誰也沒想到，一向冷冰冰的卡西安竟然會破天荒的抱住羅塞麗塔。他低聲呢喃着說，只想給羅塞麗塔一點點喘息的時間。他心裡其實很清楚，自己給不了羅塞麗塔真正的安穩，所以才想利用公主的身份幫羅塞麗塔擋掉那些麻煩的後果，這大概是他唯一能給的溫柔。可羅塞麗塔並沒有沉溺在這種曖昧裡，她直接伸手推開了卡西安。羅塞麗塔一字一句地告訴他，自己並不是那種弱不禁風的小女人，更不需要這種自以為是的保護。羅塞麗塔這回表現得相當霸氣，她直視着卡西安的眼睛說，既然你雇我來當助手，那就請你閉上嘴，好好看着我怎麼把事情搞定。卡西安聽完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慢慢凑到他耳邊，語氣突然變得特別曖昧。他說，照你這麼說的話，難道你是打算對我下半輩子負責到底嗎？這話一出，羅塞麗塔差點沒當場氣暈過去。他明明是在認真談戰友情，結果這家伙又開始沒個正經。雖然被卡西安這麼一攪和，氣氛變得有點滑稽，但好在接下來的計劃總算是順順利利的推進了下去。這波反擊簡直是爽歪歪。家世之子那個倒霉蛋直接被流放，就連一直高高在上的皇後，這次也因為私下交易露了馬腳，正面臨着吃不了兜着走的風險。羅塞麗塔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裡，亞歷克西斯卻突然遞過來一封信，說這是專門為他準備的報酬。羅塞麗塔當時就愣住了，在他看來，能親眼看到皇後吃瘪已經是最好的獎勵了，難道還有比這更帶勁的？亞歷克西斯笑着示意他趕緊拆開，看來這封信裡的內容才是今天真正的重頭戲。羅塞麗塔盯着手裡的信封，心裡還在犯嘀咕，不知道公主這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這是卡西安看着眼前的女孩，忍不住感嘆，羅塞，你看起來真的很高興。羅塞麗塔完全沒心思管別的，滿眼都是手裡的寶貝，這東西簡直太漂亮了，不愧是亞歷克西斯公主，審美真是沒話說。誰能想到公主送來的信封裡竟然裝了3份大禮，一份是王國的居留許可，另一份更誇張，居然是王都一棟建築的轉讓書。這哪裡是送禮，這簡直是送了一座金山。最後一份禮物是那棟建築的全景畫。羅塞麗塔看着畫裡的豪宅，已經開始幻想住進去的日子了。卡西安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你這想去王國的念頭全寫在臉上了。他心裡很清楚，亞歷克西斯公主為了拉攏羅塞麗塔，這次真是下了血本。羅塞麗塔發現自己表現得太明顯，乾脆順水推舟，打算逗逗眼前的男人。能在這種地方生活，一直都是我的夢想。要是條件允許，我現在就想搬過去。卡西安突然湊近，語氣裡帶着一絲委屈。羅塞，你該不會真的想留在王國，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吧？看着他這副樣子，羅塞麗塔一下子就心軟了，趕緊解釋說，我只是隨口一說，你別在這兒瞎擔心。他以為這只是個玩笑，卻沒發現卡西安的眼神已經變了。你真的什麼都不知道，羅塞？就在這時，他突然伸出了手。卡西安突然靠了過來，聲音低沉的讓人心跳漏拍。他說，我是真的很渴望你。這突如其來的告白讓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愣住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平時不是最愛開玩笑嗎？可看着他的樣子，羅塞麗塔心裡咯噔一下，總覺得他今天好像真的很難過。為了打破這尷尬的氣氛，羅塞麗塔趕緊指了指他的口袋，故意大聲嚷嚷，我那份珍貴的薪水可全都在你這兒呢。這招雖然煞風景，但總算把話題給岔開了。卡西安順着他的話調侃，沒錯，你最愛的錢全都在這兒呢。羅塞麗塔只能尷尬的陪笑，心裡卻在瘋狂吐槽，這年頭當個打工人還得隨時配合老板演戲，真是太不容易了。就在两人的拉扯中，故事的舞台已經悄悄轉向了安登王國，那是亞歷克西斯公主的故鄉，一個到處都是藝術和美景的地方。看來接下來的日子又要变天了。安登王國的藝術展在整個帝國都是出了名的香饽饽，誰都想來分一杯羹。尤其是當權的皇後，早就盯上了這些展覽權，正打算找機會收進兜裡。可誰能想到，亞歷克西斯公主居然在這個節骨眼上，把這塊肥肉直接甩給了羅塞麗塔。她說這些展覽權以後就全歸你了。羅塞麗塔這下徹底懵了，這哪是什麼賞賜，這分明是把她架在火上烤，讓她去跟皇後硬碰硬啊！卡西安這下反應過來了，就因為之前利用過公主一次，現在人家直接把報復甩到她臉上了。羅塞麗塔心裡也直打鼓，皇後那個脾氣，肯定會躲在暗處給咱們使絆子吧？卡西安停頓了一下，語氣變得異常堅定。他說：“這次換我來當你的盾牌。現在的局勢已經亂成一鍋粥，皇後被迫讓三皇子結了婚，這會兒估計已經氣炸了，正愁沒地方撒火呢。”卡西安很清楚，絕不能讓羅塞麗塔去冒這個險，更何況公主為了搶走羅塞麗塔，已經正式向他宣戰了。卡西安看着羅塞麗塔，語氣裡全是認真。他說：“我會向你證明，我對你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可還沒等兩人多溫存一會兒，
麻煩就找上門了。就在當天晚上，皇后突然派人來邀請他們共進晚餐。這哪是普通的晚宴，分明就是一場鴻門宴。餐桌上的氣氛冷到了冰點，每個人都各懷鬼胎。羅塞麗塔心裡很清楚，皇後絕不會無緣無故請客，這麼焦急把她叫過來，肯定是為了那份皇家展覽權。看來這頓飯還沒吃完，對方就要準備攤牌了。晚宴剛開始，皇帝就開始話裡有話的打聽，聽說你在國婚期間跟亞歷克西斯公主走得很近啊。卡西安倒是淡定得很，他說只是見面的機會多，稍微認識了一下而已。對方緊接着又拋出一個重磅炸彈，問他是不是因為這層關係，公主才把皇家展覽權交給了他。卡西安放下了餐具，不緊不慢地回了一句：沒錯，公主說我是她最信任的人，所以才把這些寶貝托付給我。最後他還不忘補上一刀，很慶幸公主看人的眼光這麼準。這話一出，旁邊的皇後臉都要掛不住了，這哪是吃飯，這分明是當眾打他們的臉啊！這話一出，皇後徹底坐不住了，猛地一拍桌子，嚇得旁邊的人趕緊攔着。卡西安這回是徹底攤牌了，他說為了不辜負公主的信任，這些展品他打算帶人親自管理。眼看硬的不行，他馬上換了個套路，嘆了口氣說：我真的很擔心啊。他開始當众給卡西安潑冷水，說你打仗管事確實厲害，但藝術這東西你哪懂啊？萬一出了差錯，誰負責？他還擺出一副專家的架勢，說藝術品嬌貴得很，對天氣和位置要求高招呢，你一個外行能行嗎？這明擺着是想用專業借口把管理權再搶回來。皇後這戲演的是真好，她一臉真誠地說：我這當皇後的也是真心想幫幫王子。卡西安聽完冷笑一聲，反問了一句：你確定你是想幫我？皇後趕緊接話，說她家裡在藝術品管理上那可是老字號了，經驗豐富得很，她這麼做全是為了卡西安好。羅塞麗塔在一旁冷眼看着，心裡想這話說的可真好聽，不知道的還真以為他有多擔心卡西安呢。可實際上這老狐狸背後的算盤想得很，他家裡確實是做藝術品生意的，但他們真正的目的是想把這份展覽權偷偷轉手給沙漠提公國，這哪是幫忙啊，這分明是想把卡西安賣了，還得讓他幫着數錢呢。卡西安優雅地切着牛排，嘴上卻陰陽怪氣地回了一句：能被陛下當成忠誠的臣民，我真是受寵若驚啊。晚宴一結束，兩人剛回到辦公室，羅塞麗塔就徹底爆發了，他說這幫人真是太不要臉了。卡西安倒是看得很開，這不就是咱們早就料到的嗎？羅塞麗塔還是咽不下這口氣，他說對方竟然在皇帝面前公開傳喚咱們，這乃是商量啊，這分明是沒法拒絕的勒索。這幫人的吃相實在太難看，擺明了就是要當眾把卡西安手裡的權力給搶走。羅塞麗塔看着卡西安，小聲嘀咕說：你今天看起來比平時狠多了，雖然知道你有計劃，但我這心裡還是沒底。卡西安聽完笑了笑，故意逗他說：你這是在擔心我嗎？羅塞麗塔這回沒躲閃，直接打了個直球。他說當然了，既然是你親自下場負責，我怎麼可能不擔心？卡西安愣了一下，看着眼前的羅塞麗塔，眼神一下子就軟了下來。他低聲感嘆了一句：羅塞，你可真是拿你没辦法。這一刻原本緊繃的氣氛好像突然多了一絲甜味。卡西安解開袖扣，整個人顯得特別疲憊，他低聲說了一句：我有點累了。這大概是他唯一能卸下防備的時刻。他看着眼前的羅塞麗塔，心裡其實藏着很多話。他很清楚，為了羅塞麗塔的安全，總有一天得把她送走，送回那個平靜的領地去。可就在今天，就在這一刻，他真的捨不得放手。他只想讓這個女孩留在身邊，哪怕只是讓她靠一會兒。這些糾結和依賴，羅塞麗塔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但在卡西安心裡，他早就不只是個助手了。卡西安獨自坐着，心裡比誰都清楚，皇後那個瘋子做起事來根本不計後果，他必須得護住這一切，絕不能讓局面崩掉。他又想起了那個女孩，他可能早就把以前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甚至連那些重要的回憶，也只有他一個人還記着。所以這份藏在心底的感情，他現在只能死死壓住，哪怕再難受，他也得一個人撐下去。第二天一早，東宮別館的氣氛完全變了。卡西安和羅塞麗塔盛裝出席，這架勢一看就是要去辦大事。卡西安笑着誇獎：你今天真漂亮。羅塞麗塔一點沒謙虛：那是自然，畢竟今天我不再是你的助手，而是要以準王妃的身份去會會那位公爵了。這身份一換，接下來的戲可就精彩了。這位就是皇後的親弟弟賈莫提公爵，出了名的老狐狸，是個極難對付的角色。他一露面，嘴上說着問候的話，眼神裡卻全是挑釁。公爵笑着說：殿下竟然把薩麗絲小姐也帶來了，看來是想趁着還沒正式出道，先帶她來磨練王妃的禮儀。這話聽者是在客氣，實際上就是在給下馬威，嫌棄羅塞麗塔沒見過大場面呢。這個賈莫提公爵以前可是禮儀部的核心人物，出了名的老古董，一直以來都看羅塞麗塔不順眼。不出所料，這老狐狸一見面就開始找茬，想拿禮儀的事兒壓人。羅塞麗塔可不吃這一套，他微笑着回懟：哎呀，其實我去年就在皇室舞會出道了，難道陛下沒告訴你嗎？這一招搬出大靠山，直接把公爵的話給堵死了。他憋了半天，只能冷冰冰地甩出一句：我沒在跟你說話。這下尷尬的反而是這位公爵大人了。羅塞麗塔這番話簡直是給公爵扎了個軟釘子。他說這種小事根本不值得殿下親自費神，替殿下擋掉這些麻煩本來就是他的工作。這話說的滴水不漏，公爵被對的沒話找話，只能尷尬的咳嗽一聲，強行把話題轉到正事上。他說今天過來是為了檢查別館裡展出的寶藏，看看這些王室寶貝保存的怎麼樣了。一行人走進寬敞的展廳，雖然表面上是在巡視，但誰都知道這老狐狸心裡肯定憋着壞呢。
卡西安這哪是來檢查寶藏的，簡直是來秀恩愛的。他旁若無人地問羅塞麗塔，腳累不累？要是走不動了，他可以直接抱她走。羅塞麗塔也被逗得合不攏嘴，兩人在這兒甜甜蜜蜜，可把後面的賈莫提公爵給氣壞了。這老狐狸終於忍不住開口提醒殿下要以公務為重，別忘了這次展覽有多重要。結果卡西安頭都不回，直接把鍋甩了過去。他說詳細檢查不是公爵的工作嗎？他還以為皇後派公爵過來就是為了讓他能跟羅塞麗塔安安靜靜的約個會呢。最後他還不忘裝個委屈，說看來在羅塞麗塔心裡，工作可比他這個殿下重要多了。這下公爵徹底成了電燈泡，還得苦哈哈的在前面帶路。卡西安突然問羅塞麗塔，是不是覺得公爵這人完全不可信？羅塞麗塔嘆了口氣，直接爆了個大瓜。他說最近查資料發現，公爵家的二兒子竟然因為工作強度太大，直接離家出走了。攤上這種老板，誰敢信任他啊？這話剛好被公爵聽個正着，他尷尬的想找個地縫鑽進去，只能在那兒語無倫次的辯解，說那都是有原因的。卡西安可不管這些，他一邊誇羅塞麗塔細心，一邊順水推舟，把公爵氣得當場破防。公爵大喊着讓兩人趕緊去約會，自己跑去檢查展品了。卡西安還不忘在後面補一刀，叮囑他一定要看仔細，千萬別讓羅塞麗塔再反攻。這下公爵不僅丟了面子，還得乖乖去當苦力了。礙事的人終於走了，卡西安立馬換了副面孔，溫柔地告訴羅塞麗塔，讓他慢慢逛，想看多久都行。可轉過頭，他對着公爵又是另一套，他冷冷地要求公爵，既然展品都看完了，那就現在把報告交上來。公爵這下徹底懵了，他趕緊找借口推脫，說整理資料需要時間，現在根本拿不出來。可卡西安根本不是這一套，他連正眼都沒瞧公爵一下，直接把羅塞麗塔叫了過來。看這架勢，他是打算讓公爵當場把作業交了呀。剛才公爵還找借口說沒時間，結果羅塞麗塔一開口，直接甩出了滿分答案。他不僅把展品看完了，連哪個展櫃有問題，哪個編號怕潮濕全都記得一清二楚。這一通專業輸出，把旁邊的公爵聽得一愣一愣的。他原本想偷懶，結果現在變成了公開處刑。羅塞麗塔優雅的匯報完，還順便把後續的整改方案全都給安排好了，這效率簡直讓人沒話說。卡西安在旁邊看着，還不忘補上最狠的一刀。他故意裝作很納悶，說皇後明明誇公爵辦事更牢靠，怎麼現在看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呢？這下公爵徹底沒話說了，這臉被打的是又紅又腫。公爵這下徹底氣急敗壞了，他指着羅塞麗塔大喊大叫，非說他是提前看過了資料，故意設局讓他當眾出醜，甚至還罵他手段卑鄙。就在他瘋狂潑髒水的時候，卡西安突然冷冷地打斷了他，他只說了5個字：未來的皇子妃。公爵整個人都聽傻了，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卡西安已經逼到了他跟前，一字一句地問他，難道這種稱呼不是公爵該有的禮儀嗎？卡西安甚至還翻出了舊賬，說公爵以前就是這麼稱呼大皇子未婚妻的，怎麼到了羅塞麗塔這兒就開始裝糊塗了？這下公爵不僅是丟了面子，更是踢到了鐵板。卡西安這是當眾宣布，誰敢動羅塞麗塔，就是跟他過不去。卡西安這一開口，直接給公爵扣了一頂大帽子。他質問公爵是不是故意在羞辱他和他的未婚妻。公爵這下徹底慌了，趕緊找借口辯解，說那位小姐出身名門，還是大皇子的正牌未婚妻，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樣。既然這門親事是皇帝親口定的，那你現在是在用自己的標準來質疑皇帝的決定嗎？誰也沒想到，大皇子查理竟然在這時候出現了。剛才還不可一世的公爵，現在嚇得連話都說不全了，拼命想解釋自己剛才的失禮。羅塞麗塔心裡也犯嘀咕，這位可是皇後的親兒子，按理說應該是公爵的靠山，怎麼現在看着倒像是來拆台的？卡西安皺着眉頭問他，怎麼會出現在這兒？查理倒是一臉輕鬆，說自己本來是受母親之托，要跟公爵一起吃午飯，結果他話鋒一轉，說比起那個無聊的公爵，他更想跟卡西安還有這位薩麗絲小姐待在一起。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查理竟然直接走上前，一把抓住了羅塞麗塔的手，那眼神裡的興趣簡直藏都藏不住。查理這波操作簡直是在卡西安的雷區蹦迪，他一邊抓着羅塞麗塔的手不放，一邊還笑眯眯地說自己非常看好這門婚事。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懵了，完全沒搞懂這位大皇子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就在這時，護妻狂魔卡西安終於爆發了，他猛地衝上前，一把拍開了查理的手，直接把羅塞麗塔護在了身後。卡西安冷冷地警告他，這種輕佻的行為要是讓你自己的未婚妻知道了，恐怕會很失望吧。可查理不僅沒生氣，反而笑得更燦爛了。他一臉無所謂地攤開手，說自己可不這麼認為。查理這人真是個怪胎，他笑嘻嘻地調侃羅塞麗塔，說攤上卡西安這種醋罈子，以後肯定有的忙了。不過他話鋒一轉，又開始大言不慚地保證，說自己絕對會支持他們這段感人的愛情。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查理就跟個攪屎棍一樣，強行拖着那個倒霉的公爵，一邊揮手一邊走遠了。看着他離去的背影，羅塞麗塔忍不住感嘆，這家伙簡直像場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雖然摸不清他的底細，但目前看來他似乎並不打算跟他們作對。可卡西安顯然不這麼想，他直接打斷了羅塞麗塔的思緒，讓他別再把心思浪費在那個不靠譜的皇兄身上。他終於後知後覺地意識到，這位一向冷靜高貴的殿下，該不會是真的掉進醋罈子裡了吧？賈莫提氣的直接拍了桌子，覺得對方身份卑微還敢這麼囂張，簡直太不像話了。皇後趕緊安撫他，說為了以後的前途，現在必須得忍。
他覺得查理今天表現得很好，要不是有他在場，局面恐怕早就失控了。皇后覺得那個沒權沒勢的男爵，還有他的女兒和王子混在一起，對他們來說反而是件好事。查理表面上乖乖聽話，說母親說的對，隨後就找個借口先走一步，可一轉過身他就徹底變了副面孔。長叔一口氣抱怨道：“真是煩死人了！”查理剛走，皇後的臉色瞬間就變了，她冷冰冰的問：“貨都檢查清楚了嗎？”在她眼裡，那些出身低微的人最近是越來越沒規矩了。這次計劃絕對不能失敗，他絕不允許那個皇後的兒子，也就是卡西安王子順利登上王位。趁着對方還沒察覺，他要一點點勒緊繩索，讓卡西安徹底無路可逃。幾天之後，籌備已久的展覽會終於開始了，現場煙火升騰，到處都是盛裝出席的貴族。卡西安作為負責人，正在應付各種客套的讚美。他說自己只是盡力而為，不想辜負陛下和王國的信任。聽說皇後這次也幫了不少忙。皇後在眾人面前表現得非常謙虛，她說自己只是提了點建議，所有的展品存放其實都是卡西安王子在負責。一旁的羅塞麗塔卻覺得事情不對勁，公爵之前確實來檢查過幾次，但這真的只是為了幫忙嗎？卡西安並沒有理會這些客套，他直接宣布要開始正式講解展品了。真正的博弈就在這一件件展品之中。卡西安正在介紹一尊稀有雕像，說這是用邊境特產的礦石做的，還會散發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可就在這時，皇後卻皺起了眉頭，她說這東西感覺不太對勁。一旁的羅塞麗塔立刻警覺起來，看來對方準備好的戲碼馬上就要上演了。皇后和賈莫提開始一唱一和，故意提起公爵領地也有這種礦石，還說這東西出現在這裡實在是有點蹊蹺。卡西安直接追問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皇後突然提高嗓門，對着全場賓客大聲宣布，這種礦石其實叫伴侶之石，必須和極其罕見的聖石放在一起，才可能發出光芒。皇後當眾發難，指責王國根本沒把聖石送過來，這分明是瞧不起帝國的表現。圍觀的人群一下子炸開了鍋，甚至有人覺得這是在羞辱聯姻的三皇子。賈莫提卻在這時站了出來，他說自己之前檢查的時候，這尊雕像明明是發光的。賈莫提直接把矛頭對準卡西安，當眾指責他管理不善，竟然讓聖石在眼皮子底下被偷了。皇帝也跟着施壓，逼問卡西安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卡西安沉默了片刻，竟然當眾承認了確實有東西被偷了。卡西安突然冷笑一聲，他說被偷走的那個東西其實只是個贗品。原來早在6天前，卡西安就發現有人盯上了展品，雖然沒抓到現行，但他早就留了後手。羅塞麗塔也反應過來，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展品藏在哪，這說明內部肯定有鬼。卡西安早就看穿了這一切，對方費盡心思演這一出，在他眼裡簡直就是最拙劣的表演。卡西安這招引蛇出洞簡直絕了，他早就準備好了贗品，就等着小偷自己上鈎。為了把這出戲演得更逼真，他甚至提前找了亞歷克西斯公主，兩人聯手布下了這個局。他嘴上說着抱歉，沒能提前把計劃告訴大家，其實就是為了徹底騙過兇手。皇後這下徹底沒話說了，原本想栽贓陷害，結果自己成了跳梁小丑。卡西安這招以退為進玩的實在是高，他故意裝出一副受委屈的樣子，說沒想到大家這麼不信任他。這下皇後直接成了眾矢之的。皇後還想打圓場，結果賈莫提這個豬隊友竟然當眾大喊王子在撒謊。皇帝眼神一冷，直接反問他，你為什麼這麼肯定他在撒謊？賈莫提這下徹底慌了神，半天憋不出一句話。皇後在旁邊都要氣瘋了，攤上這麼個蠢弟弟，原本的計劃全被搞砸了。這場博弈皇后一家輸得精光，鬧劇到這裡徹底收場了。皇帝語氣平靜地問了一句，現在可以正常進行了嗎？是的，陛下。皇后徹底爆發了，她指着賈莫提大罵，你是不是瘋了？賈莫提低着頭不斷道歉，說自己也沒想到東宮那天的安保會突然加強，皇後根本聽不進去。她最在意的是皇帝竟然當众誇獎了那個家伙，對方這次確實滴水不漏，連他都不得不承認這局輸得非常徹底。但這筆賬他絕對不會就這麼算了。皇帝對這次的表現非常滿意，甚至當眾誇獎，說一眼就能看出展覽的重點。卡西安表現得很謙虛，他說這不全是自己的功勞，多虧了助手羅塞麗塔的努力。皇帝聽了反而更讚賞，直言能找到厲害的幫手本身就是一種本事，不愧是我兒子。這句話簡直像刀子一樣扎在皇後的心裡，她現在後悔的要命，早知道會是這個結果，當初就不該給她翻身的機會。皇後看着窗外的暴雨，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本該死掉的東西竟然活着回來了。賈莫提在一旁連大氣都不敢喘，他能感覺到現在的局面已經徹底失控。時間過得真快，一晃竟然已經10年了。那是卡西安第一次遠征回來，從那一刻起，這個男人就開始变得完全不同。所有的變數其實從那時候就已經埋下了。羅塞麗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下意識又問了一遍，你說什麼？卡西安笑着重複了一句，沒聽錯，我打算讓你連休9天。看他這副反應，卡西安忍不住調侃，怎麼給你放假還不樂意嗎？其實他早就想這麼做了，只是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機會。現在展覽圓滿結束，也是時候讓他好好休息一下了。卡西安翻了翻手裡的文件，他說上半年的忙碌已經過去了，接下來的工作量不算大，自己一個人完全能應付。看羅塞麗塔半天沒動靜，他忍不住開玩笑，怎麼還不走？我以為你會高興的直接衝出去。羅塞麗塔猶豫了一下才開口，他說殿下，我擔心您一個人會太辛苦。卡西安聽完笑了一下，他看着羅塞麗塔輕聲說，這句話其實應該是我對你說的才對。
卡西安伸手輕輕碰了碰他的臉，語氣溫柔的不像話。他說：“別擔心了，現在最要緊的是去休息。”接着他低聲補了一句：“我最珍貴的副官。”羅塞麗塔聽完愣了一下，他突然覺得這事挺有意思的。以前卡西安總是給他堆砌各種頭銜，甚至叫他未婚妻，但那些聽起來都冷冰冰的，反倒是現在這一聲副官，讓他感覺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親切，就像兩人的心終於真正靠在了一起。就這樣，羅塞麗塔夢寐以求的9天長假正式開始了。頭2天他哪兒都沒去，整個人窩在房間裡瘋狂補覺，打算把這段時間的辛苦全睡回來。可誰能想到，這種好日子才過了2天，第3天一早家裡就闖進了一位不速之客。威廉明娜直接推門而入，語氣裡滿是嫌棄。他說：“真不敢相信，堂堂二皇子的副官，居然躲在家裡無所事事。”看着眼前這位大小姐，羅塞麗塔整個人都懵了，這清靜日子怕是到頭了。威廉明娜帶着羅塞麗塔來到一座莊園，他隨口問了一句：“你覺得這裡怎麼樣？”羅塞麗塔整個人都看呆了，他說：“這裡簡直太棒了，真沒想到小姐會帶他來這種地方。”聽到羅塞麗塔這麼興奮，威廉明娜反而有點不好意思。他說：“聽說你最近一直很忙，既然好不容易放個假，我就特意花心思安排了一下。”羅塞麗塔看着眼前的大小姐，心裡只剩下一個念頭：威廉明娜簡直就是天使本人。威廉明娜提議去附近的村子逛逛，他說那裡的風景挺有特色的，問羅塞麗塔願不願意一起去。羅塞麗塔當然是100個願意。接下來的幾天，兩人一起穿過街道，在河邊散步，最後坐下來安安靜靜的喝個下午茶。羅塞麗塔心裡感慨萬千，多虧了這位大小姐，這個假期過得比想象中還要充實。威廉明娜放下茶杯，語氣平淡卻很真誠。他說：“這其實沒什麼，而且我們難道不已經是朋友了嗎？”他說：“以後直接叫他威瑪就行，身邊的人都這麼叫。”羅塞麗塔看着眼前的大小姐，心裡忍不住感嘆：“這也太可愛了吧！”既然對方都這麼說了，羅塞麗塔也大方回應：“那以後也請叫他羅塞。”威廉明娜順勢發出了邀請，問羅塞麗塔要不要一起去外面吃午飯。他剛好知道一家早午餐很不錯的地方。羅塞麗塔簡直受寵若驚，這種像閨蜜一樣的約會，她當然是100個答應。羅塞麗塔覺得自己簡直太幸福了，能和朋友來一場這麼奢華的旅行，簡直就像做夢一樣。她在心裡默默祈禱，如果這真的是場夢，那就永遠都不要醒過來。可就在下一秒，她的美夢徹底碎了一地。誰能想到卡西安竟然會出現在這裡？羅塞麗塔整個人都傻了，在度假勝地撞見自己的頂頭上司，這簡直是全世界打工人的噩夢。羅塞麗塔突然反應過來，現在最要命的問題是，絕對不能讓威廉明娜撞見卡西安，畢竟這位大小姐可是一直暗戀着卡西安王子。可怕什麼來什麼，卡西安已經主動走上前打招呼，說自從回宮之後，這還是兩人第一次正式見面。結果威廉明娜不僅沒激動，反而冷冷地問了一句：“更重要的是，你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兒？”羅塞麗塔在一旁都看傻了，威廉明娜居然冷靜的有點反常。按照劇本，他現在不是應該直接粘上去了嗎？卡西安一臉淡定的撒着謊，說自己出現在這兒是為了學習，但他話鋒一轉，說現在已經是下班時間了，他想過點私人生活。緊接着，他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要求，他問威廉明娜能不能把罗塞麗塔借他一會兒。這話剛說完，威廉明娜連1秒鐘都沒猶豫，直接大喊一聲不行。這下局面徹底僵住了。威廉明娜的態度非常強硬，想從他手裡搶人門兒都沒有，畢竟他早就計劃好了，接下來的時間他也要和羅塞麗塔單獨相處。卡西安直接甩出了一張王牌，他說自己可是羅塞麗塔的未婚夫，既然是這種身份，那帶走自己的未婚妻當然不算是什麼無理的要求。威廉明娜冷笑了一聲，語氣裡全是挑釁。他反問道：“所以現在是拿未婚夫的身份壓人，而不是以朋友的名義了？”兩人的眼神在空中激烈交鋒，火藥味簡直要溢出屏幕了。最慘的還是羅塞麗塔，夾在2個大佬中間，他現在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夾在中間的羅塞麗塔徹底懵了，這局面根本沒法收場，他只想趕緊逃離現場，去跟好姐妹待在一起。畢竟在羅塞麗塔心裡，當這個未婚妻純粹就是為了打工賺錢。結果威廉米娜根本不信，還一臉看透真相的樣子，調侃他正處於熱戀期。這下誤會可大了，羅塞麗塔簡直想原地消失，事情怎麼越描越黑了？卡西安這回倒是挺大方，主動跟威廉米娜表態，說現在不會把羅塞麗塔帶走，讓他儘管放心。臨走前他還不忘叮囑羅塞麗塔，說自己很期待晚上的約會，這哪裡是吃頓飯，分明是下達了新的任務。看着卡西安離開的背影，羅塞麗塔瞬間清醒了。3天的休息時間已經到頭，打工人模式得趕緊上線。鏡頭一轉，露台上只剩下這2個女人。威廉敏那突然感嘆了一句，說自己總算能放心了。這話聽得羅塞麗塔一頭霧水，趕緊追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外面一直有八卦傳聞，說卡西安王子訂婚純粹是為了利用羅塞麗塔搞事業，根本就沒安什麼好心。羅塞麗塔在心裡默默點頭，這評價簡直是一針見血，畢竟他自己最清楚，這就是一場利益交換。可誰能想到威廉敏那話鋒一轉，說今天親眼看到2人相處，覺得他們絕對是因為真愛。這下輪到羅塞麗塔 CPU 乾燒了，這誤會簡直離譜到了家，他整個人愣在原地，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接話。威廉敏娜現在完全是磕到了，他覺得卡西安大老遠跑過來，滿眼都是溫柔，這絕對是真愛沒跑了。羅塞麗塔聽得心裡直發虛，趕緊試探着問了一句：“你以前不是挺喜歡王子的嗎？”
結果威廉敏那態度特別堅決，說自己早就放下了，絕對不會去挖好姐妹的牆角。看着對方這麼仗義，羅塞麗塔心裡是又感動又無奈，這誤會真是越來越離譜。她很想大聲解釋清楚，自己跟卡西安真的只是在演戲，可現在這局面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卡西安這會兒倒是挺溫柔，主動問羅塞麗塔最近過得怎麼樣。可羅塞麗塔根本不領情，直接開隊說只要你不出現，我過得比誰都好。面对這種冷臉，卡西安不僅沒生氣，反而笑得更開心了。他覺得羅塞麗塔這種嫌棄的樣子簡直太有意思了。羅塞麗塔在心裡翻了個大白眼，覺得這男人真是煩到了極點。可卡西安接下來的話卻讓他徹底沒詞了。他湊近羅塞麗塔，低聲調侃說：“你不是最討厭正人君子嗎？比起那些老實人，你明明更喜歡我這種狡猾又陰險的壞男人吧？”等一下，羅塞麗塔突然意識到一個大問題：10多年前那個救命恩人的身份好像徹底搞混了。當時他為了不改變原著劇情，特意偽裝成威廉敏娜的樣子，把重傷的卡西安給救了回來。可那時候卡西安正發着高燒，整個人都燒糊塗了，根本就沒看清救他的人到底是誰。如果卡西安一直以為當年的救命恩人是威廉敏娜，而現在突然發現真相其實是自己，這下麻煩大了。這種掉馬的狗血劇情簡直就是悲劇女主角的標配。羅塞麗塔現在是越想越後怕。卡西安一眼就看出羅塞麗塔不對勁，他湊過去問：“你幹嘛露出這種表情？”“我只是在分析你喜歡的男人類型而已。”他說：“既然我對你這麼有興趣，你是不是也該對我表現出那麼一點點關心呢？”結果羅塞麗塔根本不吃這一套，直接一個冷臉甩過去：“不用了，謝謝。”這拒絕速度真是讓卡西安都愣住了。關於當年的真相，羅塞麗塔決定還是先爛在肚子裡，畢竟現在要是說出來，兩人的關係恐怕會徹底崩盤。卡西安主動換了個話題，問羅塞麗塔這麼久沒坐郵輪了，現在感覺怎麼樣？剛才還一臉憂鬱的羅塞麗塔一提到這個兩眼放光，我簡直太喜歡坐船了。原來他上次在郵輪上直接端掉了一個非法交易團伙，拿到了整整一大筆獎金。這下輪到卡西安無語了，本以為是在聊浪漫，結果這姑娘滿腦子竟然全都是怎麼搞錢。羅塞麗塔開始回憶當年的大場面，那時候的卡西安正帶着人查封整艘郵輪，到處都是被繳獲的非法藥劑。當他第一次看到那艘船時，整個人都被震撼到了。燈火通明的甲板上藏着的卻是見不得光的交易。就在那個晚上，羅塞麗塔憑借敏銳的直覺，直接帶人來了個抓捕現場，人赃并獲。卡西安終於說出了真心話，他一直記得當年羅塞麗塔在郵輪上立功時那副興奮的樣子，所以才想帶他坐一次真正的豪華郵輪。羅塞麗塔聽完直接愣住了，原來搞了半天，卡西安竟然是想帶他來圓夢的。可他這個工作腦第一反應竟然是問：“那我們今天也是來抓非法交易的嗎？”卡西安簡直要被氣笑了，他無奈的解釋：“今天真的不是為了工作，純粹就是想帶你來玩。”不過他話锋一轉，眼神也变得犀利起來。雖然不是為了查案，但今晚這艘船上恐怕也不會太平。卡西安帶來的消息讓氣氛瞬間降到了冰點。當年被抓的那夥魔法師竟然又開始散播非法藥物了，而且偏偏就在羅塞麗塔休息的地方。更奇怪的是，這案子本來不歸卡西安管，可皇後卻親自下令讓他順便把這事給辦了。羅塞麗塔越聽越覺得不對勁，同樣的案子又是皇後的命令，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這哪裡是查案，分明是有人故意要把他們引進陷阱裡。事情果然沒那麼簡單。羅塞麗塔現在滿腦子都是疑問，皇後到底是怎麼知道她躲在這裡的？這種行蹤被掌控的感覺讓她脊背發涼。卡西安倒是看得很開，他覺得皇後只是拿羅塞麗塔當個擋箭牌，好讓他哥哥避開麻煩。他讓羅塞麗塔只管去度假，剩下的事情他來搞定。羅塞麗塔嘴上答應着，可心裡還是七上八下的。他下意識地抓緊了裙角，這個小動作根本瞞不住卡西安的眼睛。卡西安一眼就看出來羅塞麗塔現在心不在焉，他停下腳步盯着羅塞麗塔問：“你是不是還有什麼事瞞着我？”這下麻煩了。羅塞麗塔越想心裡越不踏實，皇後既然知道他住在威廉敏那家，那接下來的動作肯定沒那麼簡單。他最擔心的就是會連累到無辜的朋友。在羅塞麗塔的記憶裡，原著中的皇後就非常狠毒，僅僅因為威廉敏娜暗戀卡西安，就處處針對和欺凌他。看來這次皇後的算盤是想一箭雙雕，把他和威廉敏娜一網打盡。這下局面真的危險了。就在羅塞麗塔胡思亂想的時候，卡西安一把將他摟進懷裡，他低聲安慰道：“別擔心，有他在，絕對不會讓威廉敏內捲進來。”一晃3天過去了，卡西安這幾天一直沒露面，羅塞麗塔和威廉敏娜倒是過了幾天清靜日子，難得享受了一段悠閒的時光。不過這種平靜很快就被打破了。羅塞麗塔覺得休息的差不多了，主動提出明天就回首都，畢竟那裡的事情還沒完。卡西安聽完放下了手裡的文件，他還要在這裡多留2天，把剩下的線索查清楚。看來接下來的路，兩個人得暫時各忙各的了。卡西安讓羅塞麗塔別操心，他承諾等羅塞麗塔出發的時候，會專門派信使鳥去送信，好讓他隨時掌握情況。羅塞麗塔聽得出來，卡西安明天肯定要忙瘋了。可卡西安卻說得好聽，比起那些煩人的公事，他更想保護好羅塞麗塔的假期。這番話讓羅塞麗塔心裡暖暖的，他笑着跟卡西安約定，自己會在首都等着他。可誰能想到，原本該送達的消息，卻被一灘漆黑的墨水毀了。威廉敏那一眼就看出羅塞麗塔有心事，他主動開口問是不是出什麼事了。羅塞麗塔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一句整話。威廉敏娜倒是很體諒，
既然是為了公事，那就沒必要勉強解釋。他甚至主動提出自己留在這裡只會礙事，打算先回首都。看來這封信的影響比想象中還要大，首都那邊恐怕真的要變天了。臨走前，威廉·敏娜特意叮囑，不管發生什麼，一定要多保重。羅塞麗塔笑着答應，也祝他一路平安。看着馬車漸漸遠去，直到徹底消失在視線裡。就在這一秒，羅塞麗塔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她猛地轉身拼命往回跑。看來事情真的很緊急，她已經一刻也等不了了。羅塞麗塔一邊跑一邊在心裡默念卡西安的名字，肯定沒事的，絕對不會出什麼大問題。就算真的發生了意外，以卡西安那種狡猾的性格，也一定有辦法全身而退。畢竟那個男人從來不做沒把握的事，對吧？卡西安。誰能想到剛才還在念叨的卡西安，現在竟然躲在馬廄裡，渾身是血。看這情況，他顯然是剛經歷了一場惡戰，整個人已經快撐不住了。就在這時，他的胸口突然透出一道奇怪的光，仿佛有什麼東西正要破繭而出。這下麻煩了，在这種地方受了這麼重的傷，他到底能不能活下來？卡西安勉強用魔法藥劑簡單處理了一下傷口，這次偷襲來的太突然，讓他多受了不少沒必要的傷。他現在最擔心的是怕羅塞麗塔會為了他擔驚受怕。迷迷糊糊中，他想起了羅塞麗塔曾經的教導，他說一定要給自己留條後路，千萬別覺得逃跑是懦弱。那時候的羅塞麗塔還很小，甚至連他的名字都念不全，只會跟在後面喊他伊恩。為了這些回憶，他也必須得撐下去。那些和威廉·敏內在一起的日子，是卡西安這輩子最溫暖的回憶，甚至可以說是他當年的每一句話才成就了現在的他。但他很快就反應過來，現在可不是躺在這走馬燈的時候，要是真就這麼死了，那也太憋屈了。卡西安強撐着坐起來，他還沒打算就這麼認命。就在這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有人正朝着馬廄飛快地跑過來。羅塞麗塔終於衝進馬廄，大聲呼喊着殿下。當他看到倒在血泊裡的卡西安，整個人都快崩潰了。可卡西安看着眼前的羅塞麗塔，心裡卻在想，既然還有人在等他，那他怎麼捨得就這麼死掉？他強撐着露出一絲笑意，輕聲對羅塞麗塔說：“別露出這種表情。”羅塞麗塔急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大聲反駁說：“你滿身是傷，身上還燙得這麼嚇人，我怎麼可能不擔心？這下麻煩了。”卡西安不僅受了重傷，還在發高燒，如果不趕緊救治，後果簡直不敢想象。看着卡西安身上觸目驚心的血跡，羅塞麗塔心裡一陣後怕，要是再晚來一步，後果真的不敢想象。他實在想不通，這個男人到底經歷了什麼，竟然一個人硬扛到了現在。卡西安勉強睜開眼，輕聲安慰羅塞麗塔說：“別再說了，讓我歇一會兒吧。”他把手裡緊握的東西遞給羅塞麗塔，低聲叮囑了一句：“接下來的事就交給你了。”說完這句話，他像是緊繃的弦徹底斷了，整個人直接癱倒在羅塞麗塔懷裡，徹底失去了意識。羅塞麗塔緊緊抱住昏迷的卡西安，輕聲安慰說：“你已經做得夠好了。”他打開卡西安拼了命帶回來的卷軸，原本以為只是些普通文件，可當他看清上面的字跡時，整個人都愣住了。這上面的內容要是傳出去，恐怕整個帝國都要出大事了。畫面一轉，陽光灑進簡陋的小屋，鍋裡正煮着熱氣騰騰的湯。卡西安緩緩睜開眼，看着周圍陌生的環境，他知道自己總算是挺過來了。看到卡西安總算醒了，羅塞麗塔趕緊端上剛煮好的熱湯，有些不好意思地說：“趁你睡覺的時候隨便做了點，味道可能一般。”卡西安卻笑着說：“只要是羅塞麗塔做的飯，他都很期待。”看着卡西安大口吃東西的樣子，羅塞麗塔突然有些失神。他想起小時候自己偽裝成威廉·敏內的那段日子，那時候環境比現在還破舊，他也總是餵他吃這種簡陋的飯菜，可他從來沒有抱怨過。看來這麼多年過去，這個男人一點都沒變，在吃東西這件事上，他真的完全不挑食。趁你睡覺的時候，我翻了翻你帶回來的那些文件，順便把周圍也調查了一遍，結果發現那些魔法師打算用來交易的豪華郵輪，名義上的主人竟然是威廉·敏娜。對方顯然是算準了，威廉·敏娜平時根本不怎麼用這艘船，所以才故意選在這裡。他們就是想趁着沒人管，好鑽監管的空子，在眼皮子底下把這筆交易給辦了。這根本不是什麼巧合，而是皇後親手布下的陰謀。她想把我們所有人全都一網打盡。你帶回來的文件裡寫得很清楚，今晚在那艘郵輪上會有一場見不得光的毒品交易。卡西安聽完嘆了口氣，看來羅塞麗塔之前的擔心全都是對的。現在這麼重要的證據落到了我們手裡，對方肯定已經急得要發瘋了，絕對會不惜代價搶回去。不過別擔心，既然敢接這個招，我自然是留了後手。卡西安有些好奇，你到底準備了什麼對策？羅塞麗塔早就想好了，調虎離山。他特意買了去首都的1等座車票，就是為了讓敵人以為他們兩個已經坐火車離開了。為了演得更像一點，他還安排了卡西安的騎士穿上他們的衣服，偽裝成2人的樣子上了車。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列火車吸引走的時候，真正的計劃才剛剛開始。此時的2人已經悄悄來到了這艘郵輪上。卡西安看着眼前的局面，忍不住感嘆，果然沒看錯羅塞麗塔，要是沒有他在身邊，自己真的什麼都辦不成。薩利斯沒好氣地說：“別再拿我尋開心了，現在最要緊的是演好我們現在的身份，這才是正經事。”為了不被認出來，羅塞麗塔直接在大庭廣眾之下演了一出好戲。他故意刁難身邊的卡西安，大聲斥責他連個護送都做不好，而卡西安也配合得天衣無縫，卑微的不停道歉。周圍的貴族果然上鈎了，都在背後指指點點，覺得這女人既沒教養又沒品味。看到大家這副嫌棄的反應，卡西安差點沒憋住笑，這出戲演得太成功了。
現在這種狀態，確實誰也認不出這兩個人的真實身份。誰能想到，堂堂皇室成員竟然會偽裝成這種俗氣到極點的暴發戶和僕人？羅塞麗塔這出戲演得非常賣力，她在大庭廣眾之下大聲抱怨這裡的珠寶太低級，甚至把卡西安罵得狗血淋頭。周圍的貴族們紛紛側目，眼神裡全是嫌棄和鄙夷，但這正是他們想要的效果。只要表現得足夠沒教養，就沒人會把他們和那兩個高貴的身份聯繫在一起。看着卡西安假裝求饒的樣子，這波潛入算是徹底穩了。羅塞麗塔這出戲演得正起勁，沒想到竟然真的引來了一條大魚。一個灰紫色頭髮的男人突然現身，他不僅沒有被羅塞麗塔的無理激怒，反而微笑着承諾，船艙裡絕對有讓他滿意的寶貝。羅塞麗塔立刻收起那副暴發戶嘴臉，盯着對方質問：“你到底是誰？是這艘船的主人嗎？”男人表現得非常自信，一口答應能為自己的話負責。這招空手套白狼竟然真的奏效了，對方不僅沒生氣，還破例送上一封伯爵級別才能拿到的邀請函。羅塞麗塔表面上還在裝傲慢，心裡早就樂開了花，這下總算拿到了入場券。等那個男人一走，卡西安忍不住吐槽：“這家伙簡直滿嘴跑火車，沒一句真話。”不過管他呢，反正最重要的東西已經到手了。既然拿到了邀請函，那就看看這船艙裡到底藏着什麼寶貝。一進門，這氣氛就完全變了，到處都是竊竊私語的人影。守衛攔住了羅塞麗塔和卡西安，遞過來兩副面具，語氣裡透着一股陰冷。他說：“只要踏進這扇門，就必須戴上面具，在這裡沒有理智，更沒有道德。看來這一步跨進去，就真的沒有回頭路了。”戴上面具，羅塞麗塔和卡西安正式混進了會場，但這人擠人的場面，明顯跟名單上的對不上號。卡西安在一旁打趣說：“這下麻煩了，你平時最討厭人多的地方。”但他話裡有話，覺得雖然人多，但目標肯定能達成。羅塞麗塔立刻反應過來，這招調虎離山計看來是徹底奏效了。那些難纏的法師肯定都被引去追捕假替身了，留在這裡的已經沒幾個硬茬子了。放眼望去，這滿屋子戴面具的貴客，其實全是靠藥物供養的癮君子。說白了，他們就是這幫罪犯的搖錢樹。卡西安倒是演得挺像，笑着問羅塞麗塔要不要去裡面找點樂子。可還沒等他們動身，人群裡突然傳出一聲驚呼：“出大事了！”這下會場徹底亂了套。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船上的廣播就傳出尖叫，航向突然變了，整艘船正朝着未知的海域狂奔。還沒等揮發，男子問清楚，會場裡突然炸開一團團白煙，這下徹底亂了套。有人捂住口鼻，有人連站都站不穩，這煙霧明顯有問題。所有人心裡都清楚，他們這是中招了。就在這一片混亂中，真正的危險已經悄悄逼近。這幫人還沒反應過來，雙手就已經被捆了個結實。剛才那些煙霧根本不是毒藥，而是專門針對他們的解毒劑。羅塞麗塔當眾甩出逮捕令，非法製藥、侵吞家產、偽造公文，這一樁樁罪名足夠讓他們在牢裡待一輩子。全場的人都看傻了，不是說二皇子掉進河裡淹死了嗎？怎麼會突然出现在這？看來這艘船上的天是真的要變了。羅塞麗塔笑着給這幫人又加了點料，除了之前的罪名，現在還得再算上一條謀殺皇室罪。這群人顯然還沒認清現實，帶頭的那個還在大喊大叫，說絕不會乖乖投降。結果羅塞麗塔連眼皮都沒抬一下，直接下令讓士兵搜個底朝天，連衣服內都別放過。這下對方徹底破防了，指着他罵他是惡魔。可惜現在求饒已經太晚了。卡西安突然叫住了羅塞麗塔，把手裡那本押箱底的賬本遞了過去，這正是他找了很久的關鍵證據。他說有了這個，威廉·敏娜就徹底安全了。他答應過羅塞麗塔的事，現在終於兌現了。羅塞麗塔接過賬本，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好。羅塞麗塔想起剛才魔法師的話，忍不住問卡西安是不是在戰鬥中中了什麼毒，不然對方怎麼會以為他已經死了。卡西安冷哼一聲，說那幫家伙最擅長用這種卑鄙手段。可羅塞麗塔心裡卻咯噔一下，事情明顯不對勁。在原本的故事裡，中毒倒地的人應該是他才對，可現在的他卻安然無恙。看來這個世界的劇本已經徹底被改寫了。原來他成了自己的替死鬼，替他擋下了那份致命的劇毒。他忍不住低聲說了句對不起，可卡西安卻一臉納悶，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道歉。羅塞麗塔沒法開口解釋，總不能說這毒本該是衝着他來的。這種關於原著劇情的秘密只能爛在肚子裡。可誰能想到卡西安接下來的話更離譜，他居然擔心羅塞麗塔是因為被嚇到，所以打算辭職不幹了。這神展開讓羅塞麗塔徹底愣住，剛才那點愧疚感一下子全被這奇怪的腦回路給沖散了。卡西安這下是徹底動了真格，他一把抓住了羅塞麗塔的手臂，力道大的根本沒打算放手。他盯着羅塞麗塔一字一句地說：“你不能走，更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漫天的紙頁還在亂飛，可卡西安卻越靠越近，語氣裡竟然帶了一絲懇求。他說：“別丟下我。”卡西安緊緊抓着不放，低聲哀求羅塞麗塔別丟下他。這位高冷的王子竟然也有這麼脆弱的一面。羅塞麗塔無奈地給出了承諾，既然說好不離開，那就一定會說到做到。看着他靠在自己肩頭，羅塞麗塔心裡很清楚，這家伙真的很懂怎麼讓他心軟。本以為回到王都就能清靜，結果遊輪事件的影響才剛剛開始發酵，這下麻煩了，外面的局勢比想象中還要亂。卡西安剛從皇後那裡回來，雖然對方表面上客客氣氣，但心裡肯定不痛快。本來想給卡西安挖坑，結果反而送了一份大禮，這下連威廉·敏娜也被盯上了。要不是他一直跟着卡西安，恐怕這次也難逃干系，畢竟皇後最討厭脫離掌控的人。
羅塞麗塔心裡很清楚，這一切和原著劇情一模一樣。洛佩茲公爵正躲在暗處，把2位王子放在天平上衡量。對他這種野心家來說，誰當女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能帶給他更大的利益。皇後的胃口比想象中還要大，她不僅想除掉威廉、敏娜和公爵家，甚至連卡西安也沒打算放過。這簡直是要把眼中釘一鍋端。好不容易熬到遊輪案結束，羅塞麗塔本以為能鬆口氣，結果夏天一到，真正的噩夢才剛剛開始。沒錯，上半年財務結算季到了，這工作量可比破案要命得多。還沒等2人反應過來，助手們就抱着成堆的文件衝了進來。二公主和皇後那邊都在催預算，看來接下來的日子誰也別想合眼了。這下麻煩了，這堆積如山的賬本才是最難打的硬仗。各宮殿的文件像雪片一樣飛來，這一刻真正的地獄模式開啟了。羅塞麗塔現在最後悔的事，就是聽見有人喊她的名字，每喊一次桌上的文件就又厚了一疊。雖然這種被全員依賴的感覺正是卡西安想要的權利，但凡事都有個限度，再這麼幹下去，2個人都得累垮在這。羅塞麗塔實在坐不住了，這些雜七雜八的瑣事必須削減。她決定親自去一趟夏宮，看來有些麻煩必須從源頭解決。夏宮的這幫行政官正悠閒地散步，一邊偷懶一邊還在背後嚼舌根，嘲笑東宮那邊天天加班是因為沒本事，甚至覺得把工作推給別人就是所謂的辦事效率。就在他們得意忘形的時候，一個冰冷的聲音從身後傳來，把這幾個人嚇得當場定住。羅塞麗塔直接殺到了夏宮門口。既然這幫人自詡效率高，那正好，東宮可不養閒人，他可不是來敘舊的，而是要把那些被惡意推過來的爛攤子全部物歸原主。看着這一疊疊堆成山的文件，這幫人的好日子算是徹底到頭了。既然这幫人想玩甩鍋，羅塞麗塔也懶得廢話，直接把話挑明了，自己的爛攤子自己收拾。這幫人還想反咬一口，覺得東宮在欺負人，結果羅塞麗塔一句話就讓他們徹底啞火。如果不服氣，那就直接把文件送到皇帝那兒，看看誰才是那個不幹活還想領賞的倒霉蛋。看着這幫人吃癟的樣子，羅塞麗塔頭也不回地走了。既然你們自詡效率高，那這些活兒肯定難不倒你們。本以為解決了夏宮的麻煩，日子能好過一點，可現實卻給了他重重一擊。回到辦公室，文件還是堆得像山一樣高，同事們的呼喊聲此起彼伏，簡直要把他逼瘋了。就在这時，門外又傳來了敲門聲，這下麻煩了。敲門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夏宮的第一副官阿什伍德。他手裡拿着一疊所謂的緊急文件，開口就要羅塞麗塔幫他處理。羅塞麗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前幾天才剛把夏宮的爛攤子退回去，現在居然又找上門來了，而且還是在東宮最忙的時候。更離譜的還在後面。阿什伍德看了一眼表，語氣平淡地表示他12點就要準時下班，所以羅塞麗塔必須配合他的時間，在他走之前把活兒全幹完。這副理所當然的樣子簡直讓人火大。羅塞麗塔握緊了手裡的羽毛筆，合着這家伙是想自己按時回家，把所有的壓力都甩給別人。這種厚顏無恥的要求，誰聽了都得炸毛。羅塞麗塔再也忍不住了，直接當面拆穿了他的算計。既然大家都知道東宮在連軸轉，那這種明目張膽的欺負今天絕對沒完。羅塞麗塔直接指着對方的鼻子，把話徹底說絕了。自己想準點回家，就跑來求人幫忙，這算盤珠子都要崩到臉上了。更氣人的是，夏宮明明是第一王子的地盤，平時已經占盡了便宜，現在連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都要塞進羅塞麗塔已經爆掉的日程表裡。阿什伍德居然還擺出一副高姿態，說他是不計較羅塞麗塔的無禮，才特意過來談合作的。這下羅塞麗塔徹底炸了，少在這兒跟我開玩笑！東宮現在忙得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誰有閒工夫去體諒你們？既然你非要這個緊急幫忙，那也行，但這世上可沒有免費的午餐。羅塞麗塔露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既然阿什伍德勳爵這麼有誠意，那就別走了，親自留下來給我打下手吧。阿什伍德簡直不敢相信，他堂堂一個夏宮副官，居然要給羅塞麗塔打下手。羅塞麗塔可不慣着他，直接把文件拍在桌上。既然你總跑來求東宮幫忙，那就留下來好好學學到底該怎麼幹活。看着對方還在那兒猶豫，羅塞麗塔冷笑一聲，直接使出了激將法。怎麼，覺得給我這個男爵女兒幹活有損你的身份嗎？阿什伍德這下慌了，趕緊擺手解釋，說自己只是怕丟了夏宮的臉面。羅塞麗塔根本不聽這套虛的，直接下了最後通牒，要麼留下來幹活，要麼帶着你的爛攤子滾蛋，以後別再來求人。眼看羅塞麗塔要趕人，阿什伍德徹底沒招了，只能咬着牙答應下來。阿什伍德最終還是低了頭，他無奈地表示接受羅塞麗塔的提議。看着這個平日裡高傲的副官，現在不得不留下來聽自己差遣，羅塞麗塔嘴角露出一抹冷笑。果然，再怎麼自命不凡的人，在火燒眉毛的急件面前，也得乖乖聽話。以前夏宮的人總是準點下班，把所有爛攤子都甩給東宮，讓他們忙得昏天黑地，自己卻在外面逍遙快活。羅塞麗塔握緊了拳頭，這次既然人落到了他手裡，那就別想輕易離開。